我明明强到能一巴掌拍死先帝，却只能在这破铁匠铺里当个打铁，人人都当我是个凡人。可谁知道我用来加煤炭的破铁钳，其实是上古斩天剑，连拿来垫桌角的黑疙瘩，都是能引发万界血战的镇界陨星体。只因为我这个穿越者的收徒才能解开修为封印，结果我都练气1000多层了，愣是一个徒弟都没收着。为了掩人耳目混口饭吃，我只好开了这家小铁匠铺。可每天签到给的神级锻造材料堆成山，没办法，只好拿来当破铜烂铁随便打打农具，图个清静。直到这天，我脑子里那装死的系统终于有了动静。叮，检测到附近有符合收徒标准的极品目标，请宿主立刻行动。一听见系统提示，我立马丢下铁锤扫视四周，目光瞬间锁定了一个16、17岁的少女。她一袭红裙，背着把长剑，气质清冷的像一块冰。周围那些路过的宗门弟子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口水流的都能养鱼。可她就像没看见一样，自顾自的往前走。我赶紧打开系统面板，好家伙，九幽玄女转世这几个字差点闪瞎我的眼。下一秒，我不再犹豫，一个箭步就冲过去拦住了她的去路。让开！冷清秋冷着一张脸瞪着我，你拦我干什么？姑娘，留步啊！我搓着手上前一步，姑娘，我看你骨骼惊奇，想收你为徒，你觉得怎么样？她嘴角一抽，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傻子。收徒？她突然笑了，那笑声跟冰刀子似的，直往我脸上刮。就你这毫无灵力波动的打铁匠！我还没回过神，他人已经走远了。我扯着嗓子在后面喊，想通了随时来找我啊！只换来远处一声冷哼。要是他巅峰时期，我这会儿怕是已经被冻成冰雕了。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懊恼地抓了抓头发。第一次收徒就失败，这开局也太地狱了吧！我猛地一拍脑门，对啊，我一个看着像凡人的铁匠，空口白牙的，谁信啊？早知道就该把那把斩天剑亮出来。可惜等我反应过来，那道红色的身影早就没影了。琢磨了一下午，我决定去天玄宗的收徒大典上碰碰运气。第二天一大早，我便赶到了天玄宗广场。好家伙，乌泱泱的年轻人把这儿堵的是水泄不通。我眯着眼在人堆里一顿猛瞧，很快就又锁定了那道熟悉的红色身影。趁着考核还没开始，我3步并作2步凑了过去。姑娘，缘分啊，咱又见面了。冷清秋瞧见我，眼里闪过一丝诧异，但脸色立马又冷了下来。怎么还惦记着收我为徒那事儿？我嘴角一扬，那当然，只要你拜我为师，我保证你血赚不亏。冷清秋的脸瞬间冷若冰霜，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而且你根本不配。我本来还想掏出神级功法秀他一脸，可听到这话，心气儿顿时就没了。既然你这么说，那就算了。说完，我扭头就走，懒得再多费一句口舌。冷清秋看着我离去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嘲讽。她堂堂九幽玄女，这世上谁有资格当她的师傅？她来这天玄宗，无非就是图些修炼资源罢了。等我坐着牛车晃悠回打铁，一个7、8岁的小丫头立马就迎了上来。她叫苏瑶，是2年前我关门时在雪地里捡到的。系统说她是我未来的大徒弟，就是时机还没到。苏瑶看我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小心翼翼地凑过来问：凡哥，你咋了？我摆摆手，没事儿，就是遇上点糟心事儿。小丫头一听，立马噔噔噔跑回屋里，给我端了杯热茶。那股贴心的劲儿逗得我一下就笑了，心里的那点烦恼也瞬间烟消云散。我正惬意地躺在门口的摇椅上晒太阳，突然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把我熏得一激灵。睁眼一看，一个黑衣少年正站在我面前。老板买剑。那少年脸色白得跟纸一样，嘴角还挂着血丝。我刚准备起身，脑子里的系统又响了，检测到符合收徒条件的目标。我的动作瞬间一僵，狐疑地打量着眼前的黑衣少年。他似乎察觉到我的目光，还冲我勉强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我心里顿时乐开了花，还以为得再等3年呢，没想到这么快就送上门了。系统面板自动弹出，清清楚楚地显示着这少年的信息。我面不改色地把一把生锈的铁剑递了过去，少年接过来付了钱，转身就要走。等等，我赶紧把他叫住，我看咱俩挺有缘分的，要不坐下喝口茶？那少年犹豫了一下，随即苦笑着点了点头。反正他现在身负血海深仇也无处可去。我朝着屋里喊了一声，正在烧火的小丫头立马脆生生地应了句好嘞，转眼就单手拎着个实木大茶几蹦了出来。黑衣少年瞳孔猛地一锁，这茶几少说也有200斤重，这小丫头竟然这么轻松就拎起来了。不过我早就见怪不怪了，当初收留苏瑶时就发现这小妮子力气大得吓人，几百斤的铁锭都能当沙包玩。凡哥，今天不喝烈茶了。苏瑶歪着小脑袋瞅了瞅那黑衣少年，今天来客人喝点好茶。黑衣少年看着我和苏瑶这么亲近，眼神里五味杂陈，他端起茶杯就一顿猛灌，喉结上下滚动着，喝着喝着，眼泪竟然混着茶水一起流了下来。等他情绪稍微稳了点，我递过去一块破毛巾，现在心里好受点了没？少年抹了把脸，声音还带着浓重的鼻音，对不住啊，让你见笑了。我摆了摆手，谁还没点伤心事啊？尤其还是像你这样背负血海深仇孤身一人的。那少年本来还神情落寞，可听到这话，身子猛地一僵，茶杯啪的一声摔碎在地上。他忽然起身，右手已经死死按在了那把生锈的剑柄上。你到底是谁？他这下警惕心大增，一个素不相识的铁匠不仅请他喝茶，还知道他背负血仇。想到这儿，他唰地抽出铁剑指向我。苏瑶见状，立刻挡在了我的身前，不准你欺负我凡哥。我却一点不慌，慢悠悠地报出了他的老底：楚风宁气境修士，帝都楚家唯一的幸存者。我每说一个字，那少年的剑就抖得更厉害一分。我要是想动手，还用得着请你喝茶？我轻笑一声，顺手把苏瑶拉到了我身后。我看你资质还行，有没有兴趣拜我为师？楚风瞪大了眼睛，剑尖缓缓垂了下来。他确实感觉不到我身上有任何灵力波动，可我却对他了如指掌，连3天前他家刚发生的灭门惨案都知道。你教我？他的声音干涩无比，握着剑的手青筋都爆了出来。这一路逃亡，他见过的陷阱太多了，可眼前这个人似乎真的不一样。考虑的怎么样了？我表面上稳如老狗，心里却慌得一批，生怕这小子也跟冷清秋一样扭头就走。你能教我什么？楚风犹豫地问，心里想着，万一这真是天大的奇遇呢？毕竟传闻里确实有绝世高人隐居市井，要是我真有本事，拜个师也不是不行。谁知道这时候我突然话锋一转，把那把剑给我瞧瞧。楚风听了眉头一皱，但还是把剑递给了我。
我接过来随便打量了一下，太垃圾了。话音刚落，只听砰的一声，那把金刚打造的铁剑直接被我2根手指夹成了碎片。楚风当场就看傻了，那可是上好的金刚剑啊，就这么被我徒手给捏碎。我抖了抖手上的铁屑，可是他刚想说什么，似乎是怕仇家连累到我直接打断他，一个大老爷们，墨迹什么？从今天起，你的仇家就是我的仇家。咚！楚风的膝盖重重的砸在地上，连着磕了3个响头。弟子拜见师尊，哈哈哈！好徒儿，快起来！我心里那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叮！恭喜宿主收徒成功，修为限制解除一小部分，奖励无敌金刚体，并解锁真实之眼，同时帮助弟子楚风激活特殊体质寂灭雷体，并赠送逆天技能。我是一朵小蘑菇，我嘴角疯狂抽搐。系统，你是不是在玩我？我是一朵小蘑菇又是什么鬼东西？叮！回复宿主，只要蹲下抱头喊出口诀，即可进入绝对防御状态，万法不侵，且任何攻击都无法锁定。卧槽，这怪也太牛了！赶紧给我也整一个！我激动的差点跳起来，结果喊了半天系统都没反应，气得我在心里破口大骂：狗系统玩我呢！可下一秒，我突然感觉眼睛一阵温热，但也就一眨眼的功夫就没事了。苏瑶倒是见怪不怪的撇了撇嘴，反倒是楚风一脸震惊的在我眼前挥着手：师尊，您没事吧？没事。我赶紧岔开话题，既然拜了师，就让你师姐带你去挑几件见面礼吧。说着，我朝苏瑶使了个眼色。楚风一听有功法兵器，眼睛瞬间就亮了。可当他看到我这破旧的打铁故事，顿时又泄了气。这破地方能有什么好东西？不过既然已经拜了师，他就算心里再不情愿，也只能认了。等等，我突然神秘兮兮的凑了过去，教你个保命的绝招，以后遇到打不过的就立刻蹲下抱头，大喊我是一朵小蘑菇，然后千万别动。楚风当场就石化了，这特么是什么鬼口诀？他强忍着掀桌子的冲动，硬着头皮行了个礼，多谢师尊赐法。我美滋滋的躺回摇椅上，看着他们俩往后院走去。可经过火炉时，楚风突然死死盯着火炉里垫底的黑石，整个人都傻了。那垫在煤炭底下的石头居然散发着隐隐的星光，要知道就连他家引以为傲的宝库里都找不出指甲盖大小的这种矿石。楚风的手都在发抖，这特么可是传说中的镇界陨星体啊！他一个箭步冲到火炉前，难以置信的看着那块烧得通红的石头。我的老天爷啊！他的声音都在打颤，哆哆嗦嗦的指着火炉。当他确信那就是能引发宗门血战的神铁时，他双腿一软，直接跪了下去。苏瑶歪着小脑袋看他，跟发疯似的。这家伙抽什么风呢？楚风死死盯着那块拿来当垫脚石的陨星体，感觉心脏都快停了。这玩意儿要是扔出去，整个修真界都得抢疯了。结果在我这儿居然是当煤炭烧，他气得太阳穴突突直跳，又不敢真的来质问我，只能咬着后槽牙跟着苏瑶继续走。推开杂物间木门的瞬间，楚风的尖叫声差点把房顶给掀了，满屋子的极品灵气堆得跟废铁山一样，最上面那几把居然还在噼里啪啦的冒着雷光，吓得他当场就跪了下去。师姐，他机械的转动着僵硬的脖子，这些都是废铁。苏瑶不耐烦的踢了踢脚边的破剑堆，不然呢？不融了这些难道还真去挖矿啊？楚风差点被自己的口水给呛死。好家伙，拿极品灵气当废铁融，居然还是常规操作。他颤巍巍的翻开脚边几把兵器，每拿起一把，瞳孔就剧烈收缩一次。当看到一把刻着9天龙纹的长枪时，他直接汗如雨下，捧着长枪的手抖得跟得了帕金森似的。师尊，他老人家该不会是把先帝的兵器库给洗劫了吧？选好了没？苏瑶用脚尖踢了踢满地的法宝，功法房还去不去了？楚风死死抱住怀里那把龙纹长枪，跟护崽的老母鸡似的。结果一转头，就看见苏瑶抱了10几卷闪着金光的功法卷轴要往火炉走，吓得他一个滑跪就拦在了前面。师姐，使不得，起开！苏瑶翻了个白眼，今晚想吃烤野兔还是炖大鹅啊？说着，哗啦一下就把一堆天阶功法全塞进了炉膛里引火，熊熊的火光映照着楚风那张面如死灰的脸。功法房大门吱呀一声打开的瞬间，楚风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满屋子的神级绝学跟不要钱的废纸似的糊在墙上。最离谱的是一张失传的上古阵图，居然被用来糊窗户缝。他正盘算着要不要连夜去偷个储物戒来打包，这般空身后却突然响起了我懒洋洋的声音：怎么挑花眼了？我的声音把他吓得一个激灵，他连忙慌张的行礼：师尊，我看你不太适合用枪，雷系功法倒挺适合你的。我一边说，一边像翻垃圾堆似的在纸堆里翻找着。遵命师尊。楚风恭敬地点了点头。其实他也不喜欢用枪，天知道这些年被家里逼着练枪有多痛苦，每次挥枪都跟举重一样难受。哈，找到了！我突然从杂物堆里拽出一本满是油渍的破书，阳光照在上面，隐隐有雷蛇游走，晃得楚风眼睛都睁不开了。这玩意儿要是拿去拍卖，恐怕能买下半个修仙界。我随手一扔，楚风刚接住就听见轰的一声，整个人直接被砸趴在地上。那本书重的让他骨头都快散架了。这哪是什么秘籍啊？这分明就是座雷山。我倒忘了说，这东西得先滴血认主。我慢悠悠地补充了一句。就在他刺破手指的瞬间，那破书突然化作一道雷光钻进他眉心。楚风兴奋地挥了挥拳头，感觉现在自己能一拳打爆化海境老怪的脑袋。师尊，我感觉我好像天下无敌了。醒醒！我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学个功法就飘了。你当这是雷神附体了？第二天一大早，楚风就在铁匠铺里忙得团团转，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中，他无意间瞥见我那屋的门缝里射出刺眼紫光。好奇心驱使下，他悄悄凑近一瞧，我的天，满屋子的极品灵石就像不要钱的鹅卵石一样铺在地上。最离谱的是，一颗万年妖丹居然被拿来当夜明珠照明，而我所有的房间里，唯独这间上了锁。楚风心里那个痒啊，正想再靠近点看得清楚，我顶着一头鸡窝就从屋里探出头来。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小子起得比鸡还早啊！楚风挠着后脑
脑勺傻笑起来。师尊，我把院子打扫了，正想着去喊您呢，挺勤快啊！我顿时两眼放光，跟发现了免费劳动力似的。走走走，今天教你打铁。没一会儿，他却震惊地放下大锤。那个师尊，昨晚我修炼的时候出了点怪事。他比划出3根手指，我竟然直接从灵气1重飙到3重，我头都没抬，嘴里还嚼着肉包子。不就是给你激活了特殊体质吗？小事，我了特殊体质吗？小事，激活体质。楚风一口茶水差点没喷出来，我这云淡风轻的口气跟说换件衣服似的。楚风忍不住追问：师尊，您老人家到底是什么境界啊？凡人啊！我叼着包子含糊不清的回了一句。楚风嘴角一抽，心里疯狂吐槽：信你个鬼！哪个凡人能随便给人激活寂灭雷体？这牛吹的也太不走心了吧！弟子想去幽暗森林历练一番。他攥紧了拳头，眼神里透着一股子执拗。我慢悠悠地拍了拍手上的灰，去呗，记得带2只野鸡回来。说完，我随手丢过去一个破麻袋，今晚回来炖蘑菇。我这副随意的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让他去隔壁菜市场买颗白菜。心结这玩意儿还得是自己亲手解开才过瘾。我眯着眼，顺手往那麻袋里又丢了把杀猪刀。楚风的眼睛瞬间亮了：师尊，您这是答应了？我嫌弃的摆了摆手，完事了赶紧滚回来做饭。那口气活像是打发自家小子去打酱油。幽暗森林就在小镇外100来里路，对修仙的来说也就散个步的功夫。不过那森林深处成精的凶兽可都不是什么善茬。古树旁，楚风扑通一声跪进泥潭里，捧起冰凉的水就往脸上猛浇，鲜血混着泥水在草地上散开。旁边还躺着一只被他砍掉脑袋的疾风狼，外围的妖兽也太弱了。他甩了甩刘海，盯着森林深处，眯起眼。这附近修士来来往往，跟赶集似的，根本捞不着好东西，必须再往里闯闯。他脚尖轻轻一点，身影便消失在密林深处。树影间一道雷光闪过，惊起林中飞鸟无数。楚风擦掉杀猪刀上的血迹，心里盘算着回去就开练那套雷法。他前脚刚走，后脚就跟来了一对年轻修士。那少年跳下飞剑，查看疾风狼的尸体，瞳孔骤然一缩，好霸道的雷霆之力，一击毙命。名叫冷清秋的红衣女子踢了踢狼妖的断头，满脸不耐烦：走吧，有什么好看的？是师妹。少年赶忙起身，眼底掠过一抹难以察觉的炙热。话音未落，两人便消失在林间。去的方向好巧不巧，正是楚风离开的方向。苏瑶买完菜正蹦蹦跳跳的往回走，我却突然眯起了眼，只见2个戴斗笠的家伙正在我铁匠铺门口鬼祟的转，手里还捧着个滴血的罗盘。喂，鬼鬼祟祟的干嘛呢？我眉头一皱，直接冲着那2人吼了一嗓子。那2人齐刷刷的转过头来，其中一个死死盯着手里发光的罗盘，冷笑道：这老东西身上有楚风那小畜生的气息。听到楚风的名字，我瞳孔猛地一缩，心里咯噔一下，这俩货绝对是楚家的仇人。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其中一个黑影就闪到了我面前，一把寒光闪闪的弯刀架在我脖子上。老东西，楚风在哪？那声音冷得能掉冰渣子，敢动我凡哥？苏瑶见状，当即撸起袖子就要往上冲，一张小脸气得通红。我赶紧一把拉住他，别闹，这镇上人多眼杂的。接着我转过头冲那俩黑衣人露出个人畜无害的笑容：两位大哥别着急，我知道楚风在哪，这就带你们过去。那黑衣人明显愣了愣，一个毫无灵力的凡人，面对我们2个筑基境高手，居然这么淡定。不过转念一想，这穷乡僻壤的能有啥高手？算你个老家伙识相，赶紧带路。到了镇外的荒山，我猛地停下脚步。你们是来找楚风寻仇的吧？知道的还不少呢。拿着弯刀那家伙掀开斗笠，露出一张满是刀疤的脸。怎么想给你那好徒弟陪葬？我活动了一下手腕，嘴角勾起一抹冷笑。那2个黑衣人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笑得前仰后合，哈哈哈！就凭你个没有灵力的废物，我心里那叫一个爽。本来还怕找错人了，这下可算有正当理由出手。说时迟那时快，我抬手就是一巴掌，朝着最近那家伙的天灵盖拍了下去。就这样，凡人废物也敢动手？黑衣人满脸不屑，周身瞬间撑起护体罡气，准备把我当场震成血雾。啪一声脆响，跟拍烂西红柿似的，那黑衣人的脑袋当场炸开，血雾喷了旁边同伙一脸。那护体罡气跟纸糊的似的，剩下那个黑衣人直接吓尿了，哆哆嗦嗦的吼道：这他妈哪是凡人，分明是隐世老怪！他转身就想开溜，我冷冷开口，装完逼就想跑。我嘴角一撇，隔空又是一巴掌甩了过去，轰隆，地面上直接被砸出一个3米深的大坑。那黑衣人已经嵌在坑底不成人样。我甩了甩手，自言自语道：这无敌金刚体的力道还行，就是没法使用法术满天飞，有点烦人。我双手往背后一背，慢悠悠的往镇里晃悠，心里琢磨着，这小兔崽子仇家都找上门了，看来得给他加点训练量才行。而另一边，楚风刚刚砍翻了一群黑甲猪，正浑身是血的清点着战利品，灵气5重啊！他感受着体内澎湃的雷霆之力，忍不住咂舌。师尊给的这功法也太逆天了吧！他正琢磨着要不要再砍几头凶兽回去交差，却突然看见一大群修士都朝着同一个方向狂奔。兄弟，前面出啥事了？他一把就拽住了一个凝气7的路人。玄阶灵果出事了！那路人本来还想骂娘，可一看到楚风满身的煞气，立马就怂得跟个鹌鹑似的。玄阶灵果，楚风顿时眼睛一亮，把蜘蛛腿往麻袋里一塞，就冲进了人堆，正好给师尊带点饭后水果回去。没一会儿的功夫，楚风就挤到了最前面。悬崖边上那颗9色流转的果子格外显眼，他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但奇怪的是，崖边明明围满了修士，却愣是没一个人敢上前去摘。楚风也没敢轻举妄动，傻子都知道这种级别的灵物旁边肯定有恐怖的守护兽。他扫了一眼人群，发现大部分都是灵气7的菜鸟，连筑基境的都没几个。咱们要不要动手？冷清秋身边的那个男修士搓着手，一脸期待地问道。冷清秋眯起了眼睛，急什么？先看看那守护兽是什么来头。他
他表面上风轻云淡，心里却早就乐开了花。虽然天玄宗不缺玄阶灵物，但这颗9色幻元果对他太重要，正好能用来稳固他刚刚觉醒的玄女血脉。要知道这种极品灵果百年难遇，这红衣妹子看着有点眼熟啊。楚风的余光瞥见冷清秋，忍不住多看了2眼。冷清秋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冷着脸转过头。当他看见一个宁气静的散修时，不由得皱了皱眉。旁边那个男修顿时怒从心起，哪来的土包子，也敢偷看我师妹？师妹，要不要我去把他的眼珠子挖出来？不必。冷清秋微微冷笑，等会让他去探路当炮灰。咔嚓一声，那男修的指节捏得发白，看向楚风的眼神充满了恶毒。自己舔了这么久的女神，今天必须要在他面前好好表现。吼！一声炸雷般的兽吼，吓得众人都是一个哆嗦。只见悬崖下窜出个小山般的黑影，定睛一看，竟是头浑身缠绕着闪电的赤金雷熊，散发着筑基后期的恐怖威压。这还玩个屁啊！当场就有人吓得脚底抹油准备开溜。冷清秋眯着眼打量着这头巨熊，虽说他才筑基初期，但眼中却闪过一丝轻蔑。筑基后期的妖兽在他眼里不过是个蠢货罢了，毕竟是玄女转世，他的手段足以轻松玩死这头畜生。不错，这熊掌绝对大补，师尊肯定喜欢。楚风则在一旁盘算怎么砍熊掌，眼神却死死盯着那颗果子，琢磨着怎么能连果带熊一锅端了。巨熊又是一声怒吼，震得悬崖边的众人连连后退，显然是想用气势吓退这些不速之客。这颗灵果他守了整整10年，怎么可能拱手让人？师妹，我去帮你斩了这畜生。那男修自信满满，眼中闪过一丝狂热，这可是个在师妹面前展露神威的好机会。他心想，他可是天玄宗的外门第一天才，越级强杀对他来说犹如探囊取物，区区一头笨熊拿捏。冷清秋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语气平淡，那就有劳赵师兄了。那赵师兄一听这话，顿时像打了鸡血，提着长剑就激动地冲了上去。轰隆隆，悬崖边上一人一熊瞬间就撞在一起，围观的众人越看越不对劲。那赵师兄正被打得节节败退，引以为傲的剑法劈在熊皮上，连根毛都没斩断。他自己也打懵了，我不是外门第一吗？怎么破不了这畜生的防？又惊又怒之下，他红着眼嘶吼：“我跟你拼了！”可下一秒，一声凄厉的惨叫就响彻山谷：“师妹，救我啊！”那赵师兄狼狈到了极点，连引以为傲的宝剑都被巨熊一掌拍碎。可冷清秋依旧面无表情，丝毫没有出手的意思，仿佛眼前死的是条狗。悬崖边的厮杀声瞬间停止，那赵师兄的惨叫也戛然而止，只剩下赤金雷熊狂暴的咆哮声，半个身子都被拍成了肉泥。楚风身边的修士们吓得面如土色，他的目光却重新落回冷清秋身上，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刚刚还觉得这女人气质挺冷艳，现在只觉得令人发指，连同门师兄惨死都不管，心肠也太歹毒了。面对众人惊恐的目光，冷清秋的脸依旧冷若冰霜，在他眼里，这种没用的舔狗死就死了，哪配跟他这位玄女转世相提并论。吼！尝到血腥味的雷熊猛地仰天长啸，撒开四蹄就朝人群猛冲过来，修士们瞬间乱作一团，跑得比兔子还快。混乱中只有冷清秋和楚风站着没动，只听嗖的一声，两人同时动身，目标却不是雷熊，而是直奔那悬崖边的9色灵果。冷清秋的瞳孔猛地一缩，这散修小子的雷遁身法竟如此之快，但他好歹是玄女转世，脚下红莲一闪，速度暴增。两人各凭本事，眼看就要碰到果子，那边发狂的雷熊也察觉不对劲，扔下尸体就往回疯扑。就在两人指尖即将触碰的瞬间，一道裹着雷霆的巨掌泰山压顶般拍了下来，顿时狂风大作，气浪把崖边的碎石都给掀飞了。雷熊的血盆大口就在眼前，冷清秋却突然一个折转撤了回去。楚风先是一愣，随即脸都黑了。好一招借刀杀人！冷清秋嘴角勾起一抹讥讽，这身体虽然才17岁，可他灵魂里却是个活了1000年的狠角色。楚风那点速度在他面前算什么？他早就盘算好了，等楚风被雷熊一掌拍死，趁雷熊分心，他再从容取走灵果。雷熊可不管你那么多，咆哮着就朝楚风拍了下去。楚风匆忙举起那把生锈的杀猪刀格挡，破铁片让雷熊眼里都闪过一丝轻蔑。唰，一道黑芒闪过，预想中骨断筋折的场面没有出现，反倒像是切豆腐一样顺滑。巨熊低头看着自己被7根斩断的右掌，整只熊都傻了。下一秒，山谷里爆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嚎，剧痛让他彻底陷入癫狂。但他也学精了，不再用肉身硬抗，浑身雷霆爆发，化作无数雷电长矛射向楚风。那少年的身形在雷雨中穿梭，杀猪刀挥舞的密不透风，飞来的雷毛一碰到刀刃就溃散成了光点。更吓人的是，他竟然在吸收雷熊的闪电之力。巨熊彻底慌了，突然掉头一口咬向那颗9色灵果。嘿，打不过就毁掉，这畜生还挺决绝。楚风瞬间化作一道雷霆残影冲了过去。住手！冷清秋也终于绷不住他那高冷人设，手中长剑化作漫天红莲剑气斩了过去。两道恐怖的攻击交错而过，巨熊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轰然倒地。可两人压根没多看那死熊一眼，两只手同时抓向了灵果。冷清秋眼中寒芒一闪，手里的3尺清风突然调转方向，刺向楚风的咽喉。可杀猪刀和宝剑碰撞的瞬间，冷清秋手上那把价值连城的地阶灵气竟直接崩出一个大缺口。这位玄女转世的表情彻底失控，瞪大的眼睛里全是难以置信。那把破杀猪刀难道是神兵？电光火石之间，冷清秋便招快如鬼魅，左手捏起玄冰印，一掌轰向楚风的心口。少年却不闪不避，左拳带着狂暴的寂灭紫雷印刚了上去。砰！雷火炸开的瞬间，冷清秋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倒飞出去，在半空中划出一道长长的痕迹。他摔在地上时，满脸都是不可思议的震惊。楚风看着自己的拳头也傻眼了。我靠，师尊教的功法这么霸道吗？不可能！冷清秋披头散发的爬了起来，哪
还有半分仙女的样子，那咬牙切齿的模样，活像个输光了的赌徒。楚风连白眼都懒得翻，弯腰连果带树直接连根拔起。冷清秋见状彻底破防，尖叫着扑了上来，放下，那是我的。少年一把将果树塞进麻袋，转身就走，身后传来冷清秋气急败坏的咒骂，可他连脚步都没停一下。冷清秋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乱发飞舞，脸上的血色瞬间退得一干二净，周身却爆发出恐怖的极寒威压。楚风猛地回头，瞳孔骤然一缩，这疯女人竟在燃烧精血，强行催动前世秘法。轰！恐怖的冰霜气浪轰然炸开，冷清秋的气息瞬间暴涨到了金丹境的门槛，周围的草木瞬间结成冰雕，眼中更是闪烁着诡异的幽蓝光芒。玩这么大？楚风眯起了眼睛，强行动用前世力量就不怕反噬而死吗？冷清秋抹掉嘴角的血迹，冷笑一声，这点代价算得了什么？他抬起下巴，用一种高高在上的语气说：“把灵果交出来，跪下当我的战奴，我可以饶你一命。”楚风直接被气笑，这玩意上面写你名字了，假金丹很牛吗？他活动了一下手腕，来，让我瞧瞧你能接我几刀。话音刚落，冷清秋的身影就鬼魅般出现在他面前，满天冰锥如暴雨般刺向他的死穴。今天他非得把这个不知死活的散修彻底钉死不可。叮叮当当，杀猪刀狂舞的瞬间，一道狂暴的紫雷从楚风身上炸开，冷清秋再次像破麻袋一样飞了出去，撞断了3棵古树才勉强停下，而楚风也接连退了10几步，虎口都被震裂了，鲜血直流。寂灭雷体，冷清秋咳着冰渣爬起来，脸上那股高傲劲儿终于被震惊取代。楚风甩了甩手上的血，冷笑一声，算你还有点见识，特殊体质也分3、6、9等。冷清秋突然换上一副蛊惑的语气，跟我回天玄宗，我教你最顶级的雷法。他擦掉嘴角的血，眼神狂热，保证比你自己瞎摸索强1万倍。楚风都气乐了，我师尊随便扔本破书都比你们的镇宗之宝强。冷清秋不屑地打断他，井底之蛙，本尊前世乃是，你可闭嘴吧。楚风转身就走，再敢避一句，信不信我用杀猪刀给你放血？他压根不想再理这个疯婆子。冷清秋气的胸口剧烈起伏，指甲都嵌进掌心流血了。你可想清楚啊，能得到本尊的指点，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他咬牙切齿，声音里满是压不住的怒火。眼看楚风揣着麻袋越走越远，连个头都不回，冷清秋终于装不下去了，急得直跺脚。那颗灵果对我很重要，关我屁事。楚风头也不回的竖了个中指，你叫什么名字？冷清秋忽然冷静下来，眼中闪过一丝阴毒的算计。这灵果虽然珍贵，但还没到让他拼上性命的地步。楚风压根没理他，突然耳朵一动，什么声音？地面猛地剧烈震动起来，远处传来惊天动地的兽吼，音浪掀起的狂风差点把2人掀飞。冷清秋脸色大变，金丹境的大妖，这种外围怎么会有这种恐怖存在？他猛地看向地上那只没头的赤金雷熊，瞬间秒懂，糟了，这是打了小的来了老的。只见一头如小山丘般巨大的紫翼雷狮从林子里冲了出来，金色的兽瞳里燃着滔天怒火。他闻到了领地内浓烈的血腥味，仰天发出一声咆哮，狂暴的雷电领域直接将周围的树木碾成了齑粉。完犊子了！楚风后背瞬间就被冷汗湿透，这他娘的是捅了雷电法王的窝吧？冷清秋已经悄无声息地退了10几步，突然捏碎了一张保命符箓，身影瞬间化作一道血光消失在100米之外，代价是脸色惨白如纸。你个死八婆卖我！楚风破口大骂，眼瞅着雷狮的巨爪已经携带着万钧雷霆拍到了头顶，他绝望地闭上眼，这下真要交代在这了。生死关头，师尊那张欠揍的脸突然从脑子里冒了出来。楚风一咬牙拼了，他猛地丢掉杀猪刀，唰的一下双手抱头蹲在地上，扯着嗓子大吼一声：“我是一朵小蘑菇！”轰！雷狮的巨掌贴着他的头皮狠狠砸在旁边的地面上，轰出了一个10几米深的大坑，泥土混合着雷电四处飞溅。楚风透过手指缝看着满天飞的巨石，猛地咽了口唾沫，这特么奇葩咒语还真管用。雷狮呆呆地看了看自己的爪子，还不信邪了，抡圆了又是一发雷霆咆哮轰下去，结果那恐怖的雷柱就像遇到了绝缘体，每次都精准地绕开蹲在地上的楚风，结结实实地轰在空地上。啊哈哈，师尊永远的神！楚风差点没乐出猪叫，这技能比穿了仙气护甲还离谱了。那雷狮彻底疯了，各种毁天灭地的大招跟不要钱似的朝楚风招呼，瞬间地动山摇，方圆100里都被夷为平地。折腾了半个时辰，这大家伙累得舌头都吐出来了。看楚风的眼神活像见了鬼，打累了吧？楚风小心翼翼地维持着抱头的姿势往后挪，那我可就先溜了。雷狮的尾巴带着破空声就抽了过来，我是一朵小蘑菇，轰！又一座小山头倒了血霉。那雷狮也长了记性，干脆就趴在原地，死死盯着这个蹲在地上的怪人。结果一人一兽大眼瞪小眼，硬是从半夜耗到了天亮。楚风心里直骂娘，这死畜生不会真想跟我耗到地老天荒吧？一人一兽瞪得眼珠子都快炸了。楚风感觉腿都麻了，心里疯狂吐槽，这大家伙有毛病吧？明明是那个红衣疯女人惹的祸，我还得蹲在这装蘑菇。他冲着雷狮咬牙切齿，讲不讲道理啊？又不是我杀的你小弟。一想到那个跑得比狗还快的女人，楚风后槽牙都快咬碎了。可雷狮压根不理他，一双探照灯大的眼睛就那么死死盯着楚风，一咬牙跟你拼了。话音未落，他猛地站起身，撒丫子就往森林外狂奔。轰！雷霆光柱几乎是贴着他的后脚跟砸在地上，吓得楚风一个急刹车，重新抱头蹲下。我是一朵小蘑菇，简直神了！看着又一次打歪的毁灭雷击，楚风乐得嘴都歪了。昨晚真是吓傻了，只顾着蹲在原地。现在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你。接下来就跟玩超级马里奥似的，楚风跑2步就蹲下装蘑菇，雷狮的攻击次次都精准跑偏，眼瞅着他就要冲出森林边缘了。身后的雷狮急得嗷嗷直叫，咋地？还想跟小爷我回铁匠铺打铁？楚风站在森林边界线上，得意地冲他拍了拍屁股。吼！雷狮的利爪在地上划出3道深沟，正犹豫着要不要追出去，森林深处却突然传来一声极其沉闷的叹息声。楚风后背的汗毛瞬间就炸了，这声音明明没有多大，却让他的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大手给死死捏住了一样。
那雷师恐惧的呜咽了2声，夹着尾巴头也不回的逃进了林子里。楚风心里一喜，溜了，当即脚底抹油，飞快的冲下山去，直到远远看见了小镇铁匠铺的烟囱，才敢大口喘气，摸着饿得咕咕叫的肚子，他一头扎进了院子里。楚风这小子总算回来了，我眼前顿时一亮，只见他手里还提着个沉甸甸的麻袋。楚风毕恭毕敬的朝我行了个大礼，师尊，弟子给您弄了点土特产回来。可以啊，点土特产回来，可以啊！我激动的搓着手，不愧是我林凡的好徒弟。你瞧瞧这熊掌，光看着就全是胶原蛋白。楚风连忙补充道：“师尊，我还把那棵发光的果树给您拔回来了。”我满意地点了点头。这大热天的，正好种在院子里当乘凉的树。说着我就撸起袖子准备起锅烧油。夜深人静，楚风盘膝在柴房修炼，修为经验条蹭蹭的暴涨，从灵气5重直接飙到了筑基初期。他吓得赶紧停下调息，这破书上的功法也太离谱了，明天必须得问问师尊。可他刚躺下，一阵诡异的剑鸣声就在耳边炸响。楚风猛地坐起，后背瞬间被冷汗湿透，那剑鸣仿佛带着穿透灵魂的魔力，让他全身僵硬无法动弹。他只能惊恐地看着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朝杂物间走。楚风拼命想喊救命，嗓子却像被焊死了一样，一个字都蹦不出来。他浑身汗毛倒竖，绝望地看着自己的脚一步步往前迈。当他看清自己正走向那间上了3把锁的屋子时，瞳孔瞬间收缩成针。难道有绝世剑修潜入铁匠铺？可转念一想，有师尊这种隐士高人坐镇，谁敢来找死啊？更让他毛骨悚然的是，那瘆人的剑鸣分明就是从那间锁着的屋里传出来的。他拼命挣扎着想要夺回身体的控制权，却像是被万箭穿心般纹丝不动。而此刻的我正四仰八叉的睡得正香，嘴角还挂着一丝哈喇子，8成是梦到数不完的零食了。苏瑶在被窝里抖得像筛糠，终于憋不住冲进我房间，抓着我的胳膊死命摇晃。凡哥，快醒醒啊！那个破木箱子又在鬼叫了。我迷迷糊糊的揉着眼睛，大半夜的吵什么吵？苏瑶的小脸惨白，就是你锁着的那间屋子里的剑匣。你快听！我一个机灵坐了起来，竖起耳朵仔细一听，果然有尖锐的嗡嗡声。我的脸瞬间黑得跟锅底似的。他奶奶的，上回拿你劈柴的教训还不够是吧？竟敢打扰老子的美梦！我怒气冲冲的一脚踹开房门，正好和梦游似的楚风撞了个满怀。师尊，楚风撞了个满怀。师尊，楚风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连滚带爬的扑到我脚边。那屋里有东西，他控制了我的身体，反了天了海！我直接撸起袖子，掏出钥匙。苏瑶和楚风则吓得躲在我身后瑟瑟发抖。我一脚把门踹开，只见一个古铜色的破剑匣孤零零的立在屋中央，那诡异的剑鸣也戛然而止。叫啊，怎么不叫了？继续啊！我抬腿就对着剑匣一顿猛踹，哐哐的响声震得整个屋子都在晃。楚风在一旁看的眼都直了，估计没想到他那高深莫测的师尊此刻竟像个街头流氓。最邪门的是，那剑匣居然还委屈的晃了晃，但任凭我怎么踹，他就是不敢再发出一丁点声音，再敢半夜装神弄鬼的，信不信我把你扔茅坑里震区？我骂骂咧咧的重新锁上门，打着哈欠回去补觉了。楚风还愣在原地怀疑人生，反倒是苏瑶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打着小哈欠也回屋了，只留下剑匣里那把拥有剑灵的上古凶剑委屈的缩在角落。他不就是闻到了极品雷体的味道想吸2口吗？天刚蒙蒙亮，楚风就蹑手蹑脚的起来准备生火打铁。路过那间上锁的屋子时，他恨不得整个人都贴在对面墙上。昨晚的心理阴影实在是太大了，虽然他心里有1万个为什么，但也明白师尊想说的时候自然会告诉他的。我顶着一头鸡窝打着哈欠晃进了院子，苏瑶顶着2熊猫眼跟在我身后。我心想这丫头昨晚指定是吓得不轻，到现在还魂不守舍的。师尊早！楚风已经麻利的摆好了碗筷，锅里的熊掌汤正冒着浓郁的香气，有个徒弟伺候着就是爽了。我美滋滋的喝了口汤，突然想起个事。对了，昨天有2个拿弯刀的黑衣人想搞你，被我顺手给拍成你了。楚风的筷子啪嗒一声掉在了桌上，拳头捏得咯咯作响，但他一看到我关切的眼神，还是硬生生把那股杀意给憋了回去。楚风的声音有些沙哑：“弟子给师尊添麻烦了，少跟我来这套虚的。”我往他碗里加了块熊肉，师傅不护着徒弟，难道还留着过年？我看见楚风这小子喉结动了动，埋头猛扒饭。楚风这小子喉结动了动，埋头猛扒饭，似乎在掩饰发红的眼眶，好半天才闷声问我：“师尊，我修炼这么快，会不会根基不稳，走火入魔啊？你那是寂灭雷体，雷霆断体，随便折腾。”我满嘴是油的摆摆手：“不够光会修炼，顶个屁用！改天我带你去端了他们的老巢练练手。”说着，我掏出那颗9色幻元果，像给苹果一样塞了过去。他想推辞，我嫌弃的把他的手打开，留着当饭后甜点吃吧。这玩意儿对我还不如2锅头有劲儿。饭后苏瑶那丫头胆子居然大到敢在剑匣房门口蹦跶，把楚风看得眼皮直跳。我则悠哉的躺在门口晒太阳，看着徒弟忙前忙后打铁，美滋滋的盘算着今晚是不是该整俩小菜。叮，检测到超绝优质徒弟1枚，请宿主立即签收。系统的声音突兀响起，我一个鲤鱼打挺蹦了起来。正纳闷这街上连个鬼影都没有，突然轰隆一声巨响，漫天尘土飞扬。我目瞪口呆的看着铁匠铺院子里被砸出的大坑，坑底趴着个跟血葫芦似的姑娘，心里直犯嘀咕，这系统送货也太硬核了吧，直接空投啊！嗨嗨，那姑娘挣扎着抬起头，看到围在坑边的我们3个，她迅速抽出一截断剑，虽然连站都站不稳，但眼神却凶得像头绝境中的小豹子。你们想干嘛？我看那姑娘虚弱的随时都要倒下。楚风便开口道：“师尊，要去给她倒杯水了。”我赶紧冲苏瑶使了个眼色，瑶瑶，去把人扶进来。苏瑶心领神会的跳进坑里，单手就把人拎了上来。那姑娘瞳孔一缩，开始用一种古怪的眼神打量我，估计是想不通，这浑身没有半点灵力的铁匠怎么会有这么大嗓门？别板着个脸了，坐吧。我随手拖了张铁凳子过去，笑得像个邻家大叔。那叫暮雪的姑娘迟疑了一下，还是道了声谢，可手里的断剑却握得更紧了，看来警惕心不是一般的强。楚风端水出来，暮雪接过破茶缸，指节都捏白了，却愣是一口没喝。我心里暗笑，这丫头戒备心还挺高，便半开玩笑的问她：“姑娘，你怎么从天上掉下来了？”
便半开玩笑的问她：“姑娘，你怎么从天上掉下来了？御剑飞行没考驾照啊？”暮雪冷哼一声，被同门师姐暗算。我立刻装模作样的四下张望，她又冷冷的开口：“别看了，追杀我的人已经被甩在百里之外了。原来这姑娘叫暮雪，本是青云剑宗的天之娇女，结果被宗主之女联合外人抽走了天生剑骨，还派人一路追杀。这次好不容易逃出来，又因伤势太重，灵力耗尽，从半空中栽了下来。修真界可真黑啊！”我在心里感叹道：“没错，系统已经把这姑娘的祖宗18代都告诉我。穆姑娘，拜我为师怎么样？”我脑子一热，突然把手里擦汗的破抹布一甩，把楚风手里的茶壶都给吓掉了。苏瑶倒是两眼放光，终于要有师妹了。暮雪却浑身一震，难以置信的看着我：“你怎么知道我姓穆？你就说你拜不拜师吧。”我笑眯眯的又问了一遍。我看见暮雪纠结的指甲都快掐进肉里了，估计是想不通，我一个凡人铁匠怎么会知道他的底细？还有一个筑基初期的徒弟在旁边伺候，我师尊可牛逼了！楚风赶紧在旁边帮腔，那狂热的小模样让我十分受用。好，暮雪终于点了头，估计是觉得反正剑骨都没了，烂命一条，拜谁为师都一样。从今天起，你就是我林凡的3徒弟。我乐呵呵的指着苏瑶和楚风：“这是你大师姐和2师兄。”暮雪规规矩矩的行了拜师礼，可当她抬头看到苏瑶时，明显愣了一下，这么个小不点，居然是大师姐，师妹好呀！苏瑶老气横秋的背着手，那小模样把我们几个都逗笑了。修真界嘛，向来是实力为尊，谁在乎年龄大小？我让苏瑶带暮雪去洗把脸。话音刚落，这小丫头就猴急的拽着人往屋里跑，活像捡了个新玩具似的。叮，恭喜宿主，喜提3徒弟奖励大礼包1份，无敌金刚体进阶为不灭混沌体，2绝对防御技能成功解锁，3暮雪获得涅槃9转剑骨并解锁逆天技能。退！我盯着金光闪闪的系统面板直皱眉。不灭混沌体听着还挺唬人，绝对防御这也太低调了吧！我试着在心里默念绝对防御，好家伙，我身上连个光圈都没冒出来，就跟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我寻思着这玩意不会是假冒伪劣产品吧？系统你给我出来，这技能到底有啥用啊？叮，绝对防御被动技能无需开启，可无视世间一切法则，攻击免疫任何伤害，并且反弹100%的物理冲击。哟呵，听起来还挺牛的嘛。那我徒弟暮雪那个退又是什么鬼？叮，只要双手叉腰，左脚往前迈一步，连喊3声退，就能形成无敌气场，将任何形式的攻击或者敌人强行击退10里之外，无视等级差距。我嘴角抽了抽，合着是个强制位移技能啊！这系统给的奖励也太随意了，还自带广场舞大妈属性。我正心里吐槽呢，就看见梳洗干净的暮雪推门而出。刚才还血迹斑斑的姑娘，这会儿换上了一身粗布衣裳，却依然掩盖不住那股清冷的气质，往那一站，跟个移动冰山似的，感觉院子里的温度都降了几度。我看着焕然一新的暮雪，开口问她：“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我刚才顺手帮你把剑骨重新接上了。暮雪听完明显一愣，旁边的楚风倒是急得直跺脚：“师妹，快试试！师尊给的机缘都牛得很。”我看着暮雪将信将疑的闭上眼，突然她浑身一颤，一道冲天剑意从她体内爆发出来，直冲云霄。我失去的剑骨竟然回来了，而且比以前更强。她猛地抬头看我的眼神就跟见了鬼似的。我风轻云淡的摆摆手，基本操作别大惊小怪的。再教你个保命口诀，遇到危险就双手叉腰，左脚往前迈一步，大喊3声退。暮雪当场就懵了，那张万年冰山脸难得出现了裂痕。楚风这小子倒是兴奋的搓着手：“师尊，我想跟师妹切磋一下试试这新技能。”走着，我大手一挥，领着他们3个就往后院去了。路过那间上锁的屋子，我注意到暮雪好奇的多看了2眼那间匣所在的房间。到了后院，楚风直接摆出各起手势：“师妹尽管出手吧。”暮雪有些犹豫的看向我，见我点头同意后，才娇喝一声：“师兄得罪了。”话音还没落呢，整个人就已经化作一道残影冲向了楚风。我看得出他并没有用全力，估计是怕伤到这个看着傻乎乎的2师兄。谁知道楚风突然唰的一下蹲在地上抱住头，扯着嗓子喊：“我是一朵小蘑菇！”他瞬间就定格成了一个球。我无奈的扶额叹气，这傻徒弟教他的技能全拿来整活了。暮雪的攻势不减，可就在剑指快要碰到楚风衣服的时候，那股凌厉的剑气竟然诡异的拐了个弯，轰的一声，地上被砸出个半米深的大坑，碎石擦着楚风的裤脚飞了过去。见鬼了！暮雪不信邪的又刺出一剑，这次他加大了灵力，结果那剑气就像遇到了同级磁铁，硬生生在他眼前拐了个直角弯，劈中了旁边的大树。楚风还在那瑟瑟发抖的蹲着。师妹，师兄，我这招无敌蘑菇盾帅不帅？我摸着下巴看得直呼过瘾，心想这技能简直是把物理法则按在地上摩擦。苏瑶在旁边一个劲的鼓掌，眼睛亮得跟发现了新玩具似的，该我了。楚风也摩拳擦掌的站起来催促道：“师妹，快亮出你的退绝招！”我看到暮雪的耳尖瞬间就红了，嘴巴张了张，那羞耻度爆表的动作和口诀让她这冰山美人怎么做得出来？她只能向我投来求救的目光，我却坏笑着冲楚风喊道：“我建议你最好用上全力。”我看见楚风背后明显一凉，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只能气沉丹田，浑身雷光大作，一拳带着狂暴的雷霆之力直冲暮雪的面门。退！暮雪逼急了，闭着眼睛，双手叉腰，左脚往前一迈，喊出声，整张脸已经红得快要滴出血来了。砰！在我们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楚风就像被一列高速行驶的灵能列车撞中，以比冲过来快10倍的速度倒飞出去，在半空中划出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直接飞出了小镇的边界，连影子都看不见了。院子里瞬间安静的只剩下风声。苏瑶张大了嘴巴，手里的半截黄瓜都掉在了地上。暮雪呆呆的看着自己的双手，满眼都是不可思议。我咽了口唾沫，这特么叫鸡腿，这简直是人间大炮啊！过了足足半个时辰，楚风才灰头土脸的从镇子外面跑回来，头发都被风吹成了鸡窝，看着暮雪的眼神充满了敬畏。师妹，你这招也太狠了。
我差点以为我要见我太奶了。暮雪满脸通红的低下头，小声说了句对不起。我乐得哈哈大笑。行了行了，以后这就是咱们铁匠铺的保留节目，大家都练得不错。今晚加餐吃烤熊掌。接下来的几天，铁匠铺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每天早上我带着楚风打铁，苏瑶负责做饭，暮雪则在院子里劈柴。说是劈柴，其实我给他的那把用来劈柴的破斧头，可是上古开天斧的碎片，他每一次挥动都在锤炼他的涅槃九转剑骨。这丫头起初还觉得委屈，堂堂天才剑修居然沦落到天天劈柴。可当他发现自己体内的灵力比以前精纯了数倍，而且那剑骨竟然隐隐散发出金光时，劈柴劈得比谁都起劲，甚至晚上连觉都不睡了，就差把院子里的木头全给劈成牙签。这天中午，楚风正在火炉旁光着膀子打铁，汗水顺着他结实的肌肉往下流。我在旁边躺椅上喝着苏瑶刚泡好的灵茶，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惬意。突然，铁匠铺的木门被人一脚踹开，砰的一声巨响，门板直接飞进院子，砸在了铁砧上，火星四溅。我眉头一皱，坐了起来。谁他妈这么没素质，敢砸老子的门？只见门口站着几个穿着青色道袍的人，为首的是个尖嘴猴腮的中年人，浑身散发着金丹期的威压。他身后跟着个下巴抬到天上去的年轻女子，那女子衣着华丽，手里拿着一把流光溢彩的宝剑。我看这架势就知道麻烦上门了。暮雪看到那女子的瞬间，原本劈柴的动作猛地停住，浑身止不住的颤抖，眼眶瞬间就红了，咬牙切齿的挤出几个字：柳如烟。原来这就是那个挖了暮雪剑骨的青云剑宗少宗主。那叫柳如烟的女子轻蔑地扫视了一圈这破旧的院子，目光最后落在暮雪身上，捂着嘴娇笑起来。我当时逃到哪去了？原来是躲在这个臭气熏天的打铁铺里当杂役。暮雪师妹，没有剑骨的日子不好过吧？暮雪气得浑身发抖，提着那把破斧头就要冲上去。楚风一把拉住他，将他护在身后，手里拎着刚打好的烧红的铁锤，冷冷地盯着对面。你们是什么人？敢在我师尊的地盘撒野？那中年人冷哼一声，区区一个凡人铁匠铺也敢大言不惭？老夫乃青云剑宗执法长老，今日是来捉拿我宗叛徒暮雪的。识相的就赶紧把人交出来，否则连你们这个破铺子一起平了。我一听这话就乐了，从躺椅上慢慢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青云剑宗没听过，不过进了我这铁匠铺的门，那就是我的人。你们上来就砸门，这门钱怎么算？执法长老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个连灵力都没有的凡人蝼蚁，竟然敢找金丹修士要门钱。他眼神一冷，随手挥出一道剑气直逼我的面门，找死！楚风大惊失色，师尊小心！他想都没想，直接挡在我面前，双手抱头刷的蹲了下去。我是一朵小蘑菇，那道足以将凡人劈成两半的剑气撞在楚风周身1尺的地方，就像泥牛入海，连个水花都没翻起来，直接消散的无影无踪。对面那几个人全都傻眼了。柳如烟瞪大了眼睛，怎么可能？王长老的寒怒一击竟然连这小子的衣服都没弄破。王长老也满脸不敢置信，他堂堂金丹修士的剑气竟然被一个诡异的姿势给化解了。楚风蹲在地上抬头冲他们咧嘴一笑，就这还不够给我挠痒痒的？王长老恼羞成怒，拔出背后的长剑，装神弄鬼，给我死！他整个人化作一道青色剑光朝楚风刺来，这可是青云剑宗的绝学青云直上，剑势如虹，避无可避。楚风这小子也知道这招厉害，但他偏不懂，就那么死死抱着头蹲在那。轰的一声巨响，剑尖精准地刺中了楚风的头顶上方。可诡异的一幕出现了，王长老只觉得自己的剑像是刺中了一座无法撼动的神山，巨大的反震力顺着剑身传来，咔嚓。这两个垃圾扔出去，别脏了咱们的院子！我打了个哈欠，转身准备回屋补个午觉。楚风像滴溜小鸡一样把那两人扔到了大马路上，引来周围镇民的一阵围观。暮雪站在院子里，看着我的背影，突然扑通一声跪下，重重的磕了3个响头。师尊大恩，暮雪永生难忘。从今往后，暮雪这条命就是师尊的。我摆摆手头也没回，好好劈柴，别偷懒，晚饭少吃点肉。其实我心里爽了一批，这逼装的简直满分。要不是怕崩人设，我都想仰天长啸3声。晚上苏瑶做了顿丰盛的晚餐，一锅用百年何首乌炖的大白鹅，香气飘了半条街。我们师徒4个围在石桌旁大快朵颐。暮雪虽然吃相斯文，但下筷子的速度可一点都不慢，显然是彻底放下了心结，融入了这个奇葩的铁匠铺。吃饭的时候，我顺口提了一句，过几天天玄宗的收徒大典要正式开始了，镇上肯定很热闹，咱们也去凑凑热闹，买点上好的铁矿石。楚风一听眼睛就亮了，师尊，难道您又想收徒了？我瞪了他一眼，收什么徒？有你们3个气我就够了，我去看看有没有便宜的金铁。楚风挠挠头，嘿嘿傻笑。暮雪则是若有所思，他知道天玄宗在这一带势力极大，而且据说那个什么九幽玄女转世的冷清秋也是天玄宗的。想到冷清秋，我脑海里浮现出那天在街上拦他时的场景，那女人傲得跟只孔雀似的，不知道这次去会不会碰上她。不过也无所谓，只要她不惹我，我也懒得搭理她。吃饱喝足，大家各自回房休息。半夜里那间上锁的杂物房又开始不安分了，那古铜色的剑匣再次发出嗡嗡的剑鸣，而且这次比上次更剧烈，连房门都在跟着震动。我被吵得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窝火极了。这破剑匣还有完没完了？真当我是好脾气啊！我披上衣服，气冲冲的出了门，发现楚风和暮雪也都站在院子里，两人满脸凝重的盯着那间屋子。师尊，这屋里莫非封印着什么上古绝世凶妖？楚风小声问道。凶个屁，就是个欠揍的破铜烂铁。我掏出钥匙打开门，只见那剑匣正剧烈的颤抖着，表面泛起一层血红色的光芒，隐隐有一股冲天的煞气想要冲破封印。暮雪眼中闪过一丝震惊，好可怕的剑气！师尊，这剑匣里到底是什么剑？我走过去，毫不客气的在剑匣上踹了一脚。安静点，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觉？再闹腾，明天我拿你容了打锄头！那剑匣仿佛听懂了我的话，红光闪烁了几下，竟然真的安静了下来。只是那股煞气依然萦绕在屋子里，久久不散。楚风和暮雪看得目瞪口呆，
堂堂上古凶剑竟然被师尊一脚就给踹老实了。师尊的修为到底高到了什么深不可测的地步？我打了个哈欠，把门锁上。别看了，都回去睡觉，明天还要早起干活。两人恭敬的行礼退下，眼神里对我充满了狂热的崇拜。接下来的几天日子过得很平淡，楚风和暮雪在我的教导下打铁劈柴，修为却是日千里。楚风的寂灭雷体越来越纯熟，一锤子下去，火炉里都能爆出紫色的电火花。暮雪的涅槃九转剑骨也初具规模，虽然他还在用那把破斧头劈柴，但每一次挥动都隐隐带着撕裂空间的剑意。苏瑶每天变着花样的用各种极品灵药给我们做饭，什么千年血参炖排骨、万年雪莲煮粥，硬是把我们几个的身体养得跟怪物一样。这天终于到了天玄宗收徒大典的日子，整个小镇被挤得水泄不通，到处都是来自各地的青年才俊和散修，大家都想在这个天下第一大宗门里谋个好前程。我带着3个徒弟推着个破木板车在集市上闲逛，车上装满了我们这几天打的农具和铁锅，美其名曰是来卖货的，其实就是来凑热闹，顺便买点铁矿石。师尊，这天玄宗的排场真大。楚风看着远处天玄宗山门外那巨大的白玉广场，感慨道：“大有什么用？里面都是一群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暮雪冷冷地说：“他对这些名门正派向来没什么好感。”我靠在板车上咬着根草根，别管他们，咱们卖咱们的铁锅，5块下品零食一口，谢绝还价。就在我们摆好摊准备开张的时候，一个不和谐的声音传了过来：“哪来的土包子，敢在天玄宗的山门下摆地摊，卖这种破烂货？”我们抬头一看，几个穿着天玄宗内门弟子服饰的青年正趾高气昂地走过来，为首的正是那天在幽暗森林被冷清秋当枪使的南修。没想到这小子命真大，竟然没死在那头赤金雷熊手里。不过看他走路一瘸一拐的样子，估计也受了不轻的伤。楚风一眼就认出了他，眼神瞬间冷了下来。哟，这不是那天跑得比兔子还快的赵师兄吗？怎么腿瘸了还出来乱吠啊？那赵师兄看到楚风先是一愣，随即满脸怨毒：“好啊，原来是你这个卑鄙无耻的散修！那天你不仅抢了玄阶灵果，还害得我差点命丧熊口。今天既然你敢跑到我们天玄宗的地盘，就别想活着回去。”他身后的几个弟子立刻拔出长剑，将我们团团围住。周围的人看到这一幕纷纷避让，生怕惹祸上身。我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继续摆弄着我的铁锅。买锅吗？不买锅。买锅吗？不买，别挡着我做生意。老家伙，你找死！一个弟子挥剑就朝我的摊子劈下来，试图把我的铁锅劈成2半。我坐在小马扎上一动没动。楚风冷笑一声，直接伸手抓住了那把劈下来的长剑。只听咔嚓一声脆响，那弟子手中的金刚长剑硬生生被楚风徒手捏断。什么？那弟子惊恐的后退2步。楚风拍了拍手上的铁屑，就这破铜烂铁也敢在我师尊面前显摆？赵师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可是亲眼看到过楚风在森林里的恐怖实力的，知道自己这几个人根本不是对手。他恶狠狠地咬牙：“你们给我等着，有种别跑！”说完，带着那几个弟子灰溜溜地跑回了山门。暮雪皱着眉头：“师尊，我们惹了天玄宗的人，恐怕会有麻烦。”我打了个哈欠：“麻烦？我林凡这辈子最不怕的就是麻烦。今天这摊我还就摆在这里了，我看谁敢来赶我。”果然没过多久，一大群天玄宗的弟子浩浩荡荡地从山门里冲了出来，带头的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浑身散发着元婴期的恐怖威压，竟然是天玄宗的外门长老。而跟在长老身后的，除了那个赵师兄，还有一个熟悉的身影，一袭红裙，清冷高傲，正是冷清秋。楚风看到冷清秋，眼中闪过一丝杀意：“师尊，就是这个女人那天在森林里算计我。”我眯起眼睛，哟，原来是老熟人啊！冷清秋也看到了我们，他的目光在我身上扫过，眼中闪过一丝轻蔑，随后死死盯着楚风：“小子，那天让你跑了，今天你既然自投罗网，就把9色幻元果交出来吧。”我坐在马扎上懒洋洋地说：“果子早就被我们炖汤喝了，你想要的话，我徒弟的肚子里倒是还有点残渣，你要不要？”此言一出，周围看热闹的人全都倒吸一口冷气，这凡人铁匠疯了吧？竟然敢这么跟天玄宗的长老和九幽玄女转世说话！冷清秋脸色铁青，大胆狂徒，竟然暴殄天物！那9色幻元果何等珍贵，你们竟然拿来炖汤！暴殄天物！我冷笑一声，我徒弟拼了命抢回来的东西，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关你屁事！那外门长老怒喝一声：“好一个狂妄的凡人！今日老夫就替天行道，教训你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说着，他抬手一掌，一个巨大的灵力手印凭空出现，带着排山倒海的气势朝我们的摊子拍了下来。这一掌若是拍实了，别说我们这几个大活人，连这周围的地面都要被拍出一个大坑。楚风大喝一声，准备上前硬抗，暮雪也拔出了那把破斧头，苏瑶更是直接抡起了一口大铁锅。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慢悠悠地站了起来，手里还拿着用来扇风的破蒲扇。我迎着那巨大的灵力手印，随手一扇子扇了过去，就跟赶苍蝇一样，轰隆一声巨响，那看似毁天灭地的灵力手印，竟然在我这一扇子之下直接烟消云散。不仅如此，一股狂暴的罡风顺着蒲扇的反方向席卷而出，直接将那外门长老掀飞了出去。长老在半空中狂喷鲜血，重重地砸在天玄宗的山门牌坊上，把那坚硬无比的汉白玉牌坊都砸出了一道道裂纹。全场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一个凡人拿着把破蒲扇，一扇子把元婴期大能给扇飞了，这他妈是在做梦吗？冷清秋也傻眼了，他那张万年不变的冰山脸此刻写满了震惊和恐惧。他终于明白为什么那天我会说出只要拜我为师就血赚不亏的话了，这根本不是什么毫无灵力的凡人，这绝对是一个隐世不出的绝世老怪。你到底是什么人？冷清秋颤抖着声音问道。我把蒲扇别在腰间，双手一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就是个卖铁锅的，5块下品零食一口，你们天玄宗要不要买几口回去炒菜？冷清秋咬着嘴唇，眼中光芒闪烁，他突然想到了什么，竟然不顾周围人的目光，上前2步冲我深深的鞠了一躬。前辈深藏不露，青秋之前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得罪，不知前辈可愿屈尊降贵，来我天玄宗做个客座长老？青秋愿拜前辈为师。此言一出，周围又是一片哗然，堂堂九幽玄女转世是一片哗然，
堂堂九幽玄女转世，天玄宗的天之娇女，竟然主动要求拜一个铁匠为师。我看着她那副算计的嘴脸，心里冷笑连连。这女人真是把趋炎附势演绎到了极致。现在知道我厉害了，想抱大腿了，晚了。我撇了撇嘴，不好意思，我这人收徒看眼缘，你长得太磕碜了，不符合我们铁匠铺的审美标准。冷清秋气得浑身发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人敢说她长得磕碜，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就在她快要发作的时候，天玄宗深处突然传来一声悠长的钟鸣，紧接着数道强悍无比的气息从山峰上冲天而起，直奔山门而来。不好，惊动了天玄宗的太上长老，围观的人群纷纷惊恐的后退。我抬头看着天空中那几道耀眼的光芒，心里暗自吐槽：打了小的来老的，打了老的来更老的，这修仙界的套路还能不能有点新意了？不过也好，既然今天事情闹大了，那就干脆闹个痛快。我转头看向楚风和暮雪，徒儿们，今天师尊就教你们一招最实用的打铁技巧。楚风和暮雪齐声应道：请师尊赐教。我捡起刚才那把用来砸柳如烟的破铁锤，扛在肩上，面对那些高高在上的修仙者，记住一点，只要锤子够硬，一切花里胡哨的法术都是扯淡。话音刚落，那几个太上长老已经降落在了我们面前，他们全都是化神期的修为，气势惊人。何人敢在我天玄宗山门放肆？领头的大长老怒目圆睁，看着躺在地上不知死活的外门长老，眼中快要喷出火来。冷清秋赶紧上前，添油加醋的把刚才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当然重点强调了我们是如何嚣张跋扈，如何不把天玄宗放在眼里。大长老听完怒极反笑，好一个隐世老怪，老夫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几斤几两。说完，他双手结印，一柄巨大的金色巨剑在天空中凝聚而成，剑尖直指我的眉心。化神期大能的全力一击，整个空间都被封锁了，我们根本无处可逃。楚风和暮雪脸色惨白，但依然死死地挡在我面前。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异变突生，远处小镇方向突然爆发出一道冲天的血色剑光，那剑光凌厉无匹，仿佛要将天地都劈成两半。伴随着一声震碎苍穹的剑鸣，一柄古铜色的长剑带着滔天的煞气，如同流星般飞射而来，直接挡在了我们面前。那剑身之上刻满了古老神秘的符文，散发着令人灵魂战栗的恐怖气息，正是我那间杂物房里的上古凶剑。它竟然自己破开封印冲出来了，那金色巨剑在这把凶剑面前就像是纸糊的一样，瞬间就被血色剑气搅成了粉碎。大长老闷哼一声，脸色惨白如纸，眼中满是不可思议的恐惧。这是传说中的诸天血剑，它竟然重现人间了。那把血剑在半空中盘旋了一圈，似乎在寻找什么，最后他猛地一个俯冲，竟然直直地插在了暮雪的脚边，剑身发出一阵欢快的嗡嗡声，就像是在讨好主人一样。全场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傻眼了。这把传说中能够毁灭世界的上古凶剑，竟然主动认一个劈柴的小丫头为主。暮雪也懵了，她呆呆地看着脚边那把散发着恐怖煞气的血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倒是乐了，怪不得这破剑天天半夜鬼叫，原来是看上暮雪那涅槃九转剑骨了，算他有点眼光。就在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震惊的时候，遥远的天际之上突然裂开了一道巨大的黑色缝隙，一只遮天蔽日的巨眼从缝隙中缓缓睁开，冰冷无情的目光扫视着大地，最终定格在了那把血剑和暮雪身上。一个宏大威严到让人忍不住想要跪拜的声音在所有人脑海中炸响：诸天见现，万界当灭，吾等上界神尊绝不允许此等凶物存在。这股气息实在是太恐怖了，连那些化神期的太上长老都被压迫得趴在地上无法动弹。冷清秋更是吓得面无人色，整个天玄宗的山头都在剧烈摇晃，仿佛末日降临。楚风死死咬着牙，虽然浑身骨头都在咯吱作响，但依然挺直了脊梁护在暮雪身前。暮雪握住那把血剑，虽然脸色苍白，但眼中却燃烧着不屈的战意。我看着天空中那只装神弄鬼的巨眼，极其不耐烦地掏了掏耳朵，上面那个大眼珠子，你吵死了！我徒弟刚收了个新玩具，你在那瞎吵吵什么？再不闭嘴，老子上去把你的眼珠子抠下来当泡菜！我说着，手里那把破铁锤慢慢散发出一阵极其微弱却让整个空间都为之停滞的黑芒，似乎有一场足以颠覆整个修真界的大战即将在我这铁匠铺小分队和上界神尊之间爆发。而我只是觉得今天的晚饭可能会耽误了，这让我很不爽。天上的巨眼显然被我这大言不惭的话给激怒了，一道水桶粗的紫色雷罚从裂缝中笔直地劈了下来，带着毁灭一切的威能直奔我的脑。底下的修仙者们吓得鬼哭狼嚎，连滚带爬的往远处逃窜。大长老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上界神罚之下，无人能生还，整个天玄宗都要跟着陪葬了。我身后的楚风和暮雪双目赤红，想要冲上来替我挡雷，我头也不回地呵斥一声：都给我老实待着，看师傅怎么打铁！我双腿微曲，腰部发力，抡起手里那把不起眼的破铁锤，对着头顶劈落的灭世紫雷就是一锤子砸了上去。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也没有华丽的法术光影，只有令人牙酸的沉闷撞击声。那一瞬间，所有人都看到了一生难忘的画面，那道足以将大地击穿的紫雷，竟然像是一根脆弱的玻璃柱子，被我的铁锤硬生生砸成了无数细小的雷电碎屑，在半空中消散的无影无踪。巨眼猛地一缩，仿佛看到了什么极其恐怖的事物，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我脚下一步踏出，身形如同炮弹般冲天而起，手里的铁锤顺着雷罚劈开的轨迹，狠狠地砸向了天空中的那道裂缝。这一锤带着我打铁1000多天积累下来的所有怨气，轰隆隆，整个苍穹仿佛都被这一锤砸穿了。一声凄厉到极点的惨叫从裂缝深处传来，那只高高在上的巨眼直接爆开了一团金色的血液，像下雨一样
像下雨一样洒落在天玄宗的广场上，裂缝在剧烈的震荡中迅速闭合，天空重新恢复了平静，仿佛刚才的末日景象只是一场幻觉。我轻飘飘地落回地面，拍了拍手上的灰尘，呸！什么上界神尊，连我一锤子都扛不住，还敢下来装逼？广场上一片死寂，连风都停止了流动，所有人都像看神明一样看着我。大长老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其余的天玄宗弟子也跟着跪倒了一片。在这个绝对的实力面前，什么宗门尊严全都是笑话。大长老浑身发抖，冷汗浸透了道袍。前辈神威盖世，天玄宗愿奉前辈为太上客卿，但凭差遣，绝无二话。我随手把铁锤扔进板车里，推起车子招呼3个徒弟走了回家吃饭。这种破地方以后请我来都不来。经过冷清秋身边时，他死死地低着头，连大气都不敢喘，生怕我一巴掌把他也拍碎了。我懒得理他，带着徒弟们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天玄宗，回到铁匠铺。苏瑶离开了天玄宗，回到铁匠铺。苏瑶已经把晚饭做好了，不知从哪弄来一只像凤凰一样的野鸡，炖得满院子飘香。晚上吃饭的时候，暮雪一直抱着那把诸天血剑爱不释手，楚风则是兴奋的手舞足蹈，跟苏瑶比划着我白天砸碎雷伐的英姿。师尊，您那一锤子太帅了，教教我呗。楚风两眼放光地说，我加了一块肌肉，等你什么时候能一口气打出1万个完美的铁钉，我就教你。楚风顿时苦了脸，但眼中却充满了干劲。暮雪看着我，眼神中除了敬畏还有深深的依赖。他知道如果不是我，他现在恐怕还在被人追杀，这把上古凶剑更不可能认他为主。我吃饱喝足，躺在摇椅上看着天上的星星，心里盘算着下一步的计划。系统虽然给了不少好东西，但我的修为封印只解开了一点点，想要完全解开还得继续收徒，看来这铁匠铺的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就在这时，系统的声音再次在脑海中响起，叮，检测到千里之外的远古遗迹中有极品炼器材料出世，建议材料出世，建议宿主前往获取。我眼睛一亮，极品材料，那可是打铁的好东西。第二天一早，我便把徒弟们召集起来，收拾行囊准备出门。师尊，我们要去哪？楚风背着个大铁锅问道。去挖矿。我大手一挥，带你们去见识见识真正的宝贝。远古遗迹位于一片终年被迷雾笼罩的沼泽中心，这里危机四伏，到处都是强大的毒虫猛兽，平时连金丹期修士都不敢轻易踏足。我们一行4人走在泥泞的沼泽地里，苏瑶骑在楚风脖子上，手里拿着跟糖葫芦吃得津津有味。暮雪背着诸天血剑负责开路，那些不长眼的妖兽还没靠近就被剑气搅成了肉泥。突然，前方的迷雾中传来一阵激烈的打斗声，还有人绝望的呼救。我们走近一看，只见一群穿着天玄宗服饰的弟子正被10几头浑身长满骨刺的毒鳄围攻，带头的正是冷清秋，他此刻浑身是血，灵力几乎耗尽，手中的长剑也卷了刃，眼看就要命丧恶口，真是冤家路窄啊！楚风看就要命丧恶口，真是冤家路窄啊！楚风幸灾乐祸地笑了笑，我摸着下巴看着这一幕，倒不是我圣母心发作，主要是那些毒鳄的皮看起来挺结实，拿来做打铁的围裙应该不错。楚风，去弄几张鳄鱼皮回来，我随口吩咐道。楚风嘿嘿一笑，好嘞，师尊。他猛地冲进鳄鱼群，也不用雷法，直接抱头蹲下。我是一朵小蘑菇，那些毒鳄的攻击落在蘑菇盾上，巨大的反弹力直接把他们自己震得七荤八素。暮雪则趁机拔出诸天血剑，手起剑落，10几头毒鳄瞬间变成了无头尸体。整个过程不到半炷香的时间，冷清秋和剩下的几个天玄宗弟子都看傻了，他们拼死拼活打不过的怪物，在这2个人手里就跟切菜一样简单。冷清秋呆呆地看着我，眼中神色复杂到了极点，有屈辱，有震惊，更多的是难以掩饰的渴望。他踉跄着走到我面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多谢前辈救命之恩，青秋无以为报，愿为前辈做牛做马。我摆摆手，别自作多情，我就是看上这几张鳄鱼皮了，顺手而已。冷清秋咬着牙，前辈我知道我以前有眼无珠，但我是九幽玄女转世，只要您肯收我，我一定能帮到你。我翻了个白眼，九幽玄女转世很稀罕吗？我大徒弟一拳能打爆一座山，2徒弟雷法免疫物理攻击，3徒弟手握上古凶剑，你除了会甩脸色还会干嘛？冷清秋被我对得哑口无言，眼眶泛红。她堂堂天之娇女，何时受过这种委屈？但她知道我说的是事实，在这个铁匠铺里，她引以为傲的天赋根本不值一提。我没再理她，让楚风包了鳄鱼皮继续往遗迹深处走去。冷清秋却一咬牙，带着剩下的人远远地跟在我们后面，似乎是打定主意要赖上我们了。我懒得管他，只要别碍事就行。遗迹深处是一座巨大的地下宫殿，里面阴森恐怖，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和森森白骨。系统提示的极品材料就在宫殿的最深处。我们一路过关斩将，楚风的蘑菇盾和暮雪的退配合的天衣无缝，简直是推土机般的打法。终于我们来到了宫殿的尽头，这里没有成堆的金银财宝，也没有绝世功法。大殿中央只有一个巨大的青铜祭坛，祭坛上摆放着一口布满铜绿的古老棺椁。系统提示的材料竟然是这口青铜棺椁本身。我正纳闷怎么把这玩意搬回去，棺椁里突然传来了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挠动声，就像是有什么东西想从里面爬出来。楚风和暮雪立刻握紧了武器，如临大敌。跟在后面的冷清秋等人更是吓得连连后退。就在这时，苏瑶突然挣脱了楚风的手，迈着小短腿跑向了那口棺椁。瑶瑶快回来危险！楚风急得大喊，我却伸手拦住了他，因为我发现苏瑶的眼神变得极其空洞，就像是受到了某种召唤。苏瑶走到棺椁前，伸出胖乎乎的小手，轻轻按在了布满阵法的铜盖上，咔嚓一声，那连化神7大能都无法撼动的封印，竟然在苏瑶的手下寸寸碎裂，棺盖缓缓滑落，一股古老而沧桑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们探头看去，里面没有尸体，只有一块散发着柔和光芒的玉佩和一张写满古老文字的兽皮卷。更诡异的是，棺椁里发出了一声悠长的叹息，那声音竟然和苏瑶平时的嗓音一模一样，只是多了一丝经历了无尽岁月的沧桑。这到底是哪里来的遗迹？苏瑶真正的身世究竟隐藏着什么惊天秘密？那块玉佩又会给铁匠铺带来怎样的风波？我摸了摸下巴，看着渐渐恢复清明的苏瑶，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看来这平淡的打铁生活，终究是要变得越来越热闹了。苏瑶胖乎乎的小手刚碰到那块散发着柔和光芒的玉佩，整个地下宫殿猛地一震，那玉佩竟然化作一道流光，直接钻进了苏瑶的眉心。小丫头大眼睛眨了眨，摸了摸额头，似乎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我那真实之眼却看得清清楚楚。苏瑶体内的灵力就像是沉睡了千万年的火山，突然有了一丝复苏的迹象。刚才那声沧桑的叹息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要顶礼膜拜的古老威压。不过这威压也就持续了不到1秒钟，苏瑶就转过头冲我傻笑：“凡哥，我饿了，想吃烤红薯。”我长舒了一口气，管他前世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人物，现在他就是我林凡铁匠铺里那个只知道吃的大徒弟。我走上前揉了揉他的小脑袋：“回家就给你烤。”随后我的目光落在那口巨大的青铜棺椁上，系统提示的极品炼器材料就是这玩意。我正发愁怎么把它弄回去，脑海里那装死的系统又叮了一声：“恭喜宿主获得上古神物造化青铜棺，已自动为宿主转化为神级打铁针。”话音刚落，那口巨大的青铜棺椁在一阵刺眼的光芒中迅速缩小，最后变成了一个方方正正、古朴厚重的青铜铁针，稳稳地落在我的脚边，上面还带着岁月斑驳的痕迹。我满意的点了点头。这系统虽然平时给的技能奇葩了点，但送起货来倒是挺贴心。楚风和暮雪看的下巴都快掉下来了，那么大一口神秘棺材，连化神7大能都解不开的封印，竟然变成了一块打铁的垫板。师尊，这简直是夺天地之造化！楚风激动的语无伦次。我把那张写满古老文字的兽皮卷塞进怀里，一手拎起青铜铁针，重量刚刚好。走吧，打道回府，回去给你们做鳄鱼皮围裙。冷清秋带着那几个残存的天玄宗弟子站在角落里，看着我们行云流水般的搜刮着远古遗迹里的至宝，连大气都不敢喘。直到我们走远了，他才咬了咬牙，眼神中闪过一丝决绝，跟上去。就算是在铁匠铺门口扫地，我也要留在那位前辈身边。回到小镇的铁匠铺，生活仿佛又恢复了平静。我把那块造化青铜针往院子中央一摆，整个院子的灵气瞬间浓郁了10倍不止，连墙角那棵快枯死的歪脖子树都连夜抽出了新芽，开出了几朵带着灵气的小白花。楚风每天光着膀子在这个青铜针上打铁，汗水刚流下来就被那古老的气息蒸发，他的寂灭雷体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又强横了几个档次，每一锤子砸下去都带着隐隐的雷鸣和古老的梵音。镇上的街坊邻居还以为我们铁匠铺改行做法事。我把带回来的那些毒鳄皮扔给苏瑶，让他拿剪刀随便裁了几下，缝了几件惨不忍睹的围裙。楚风和暮雪一人分了一件。暮雪看着手里那件歪歪扭扭还带着线头的鳄鱼皮围裙，那张清冷的脸上罕见的露出了一丝犹豫，但还是乖乖的穿在了身上。结果穿上的那一刻，他体内那把诸天血剑发出一声兴奋的剑鸣。这哪是什么破围裙？这毒鳄皮经过苏瑶那双沾满造化之力的小手一缝，竟然变成了能抵挡化神7大能全力一击的极品内甲。暮雪感受着围裙上传来的恐怖防御力，眼眶又红了。师尊对我们实在是太好了，连随便做件围裙都是这等绝世宝物。我躺在摇椅上扇着蒲扇，看着他们穿着丑爆了的围裙干活，心里乐开了花。什么绝世宝物？我就是单纯觉得打铁火星子乱飞，容易烧坏衣服罢了。至于门外，倒是多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堂堂九幽玄女转世，天玄宗的天之娇女冷清秋，竟然在我们铁匠铺对面搭了个破草棚，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帮我们扫门前的街道，还主动包揽了倒垃圾的活。镇上的年轻小伙子们每天魂不守舍的在街上溜达，就为了看一眼这位曾经高高在上的仙子拿着大扫帚扫地的样子。楚风每次出门倒炉渣，都会故意把炉灰扬得高高的，呛得冷清秋直咳嗽。师妹，你看那疯女人还不死心呢。楚风凑到正在劈柴的暮雪身边挤眉弄眼，暮雪连看都没看外面一眼，手中那把破斧头带着撕裂空间的剑意劈在一块玄铁木上。不要分心，师尊说了，今天这批木头劈不完不许吃饭。冷清秋在外面听得真切，握着扫帚的手骨节发白，但他硬是忍住了脾气，因为他发现自从他在铁匠铺门口扫地以来，每天吸收着院子里溢出来的边角料灵气，他那停滞不前的修为竟然开始松动，这让他更加坚定了要抱紧我这条大腿的决心。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每天签到拿点神级材料，喝茶睡拿点神级材料，喝茶睡觉，修为封印像蜗牛一样慢吞吞的解开了一点点。我估摸着我现在一巴掌拍死个大成期应该不成问题，但我还是个凡人，一点灵力波动都没有的那种。这天中午，阳光正好，我刚吃完苏瑶做的大盘鸡，正剔着牙，天空中突然阴云密布，一股极其压抑的血腥气瞬间笼罩了整个小镇，原本热闹的街道瞬间变得死寂，连风都带着一股令人作呕的铁锈味。楚风正在打铁的动作猛地僵住，他死死地盯着天空，手中的铁锤被捏出了深深的指印，双眼瞬间变得赤红，浑身上下不受控制地爆发出狂暴的紫雷。师尊是他们。楚风的声音沙哑的像是在砂纸上摩擦过，带着刻骨铭心的仇恨。我坐直了身子，吐掉嘴里的牙签。谁啊？灭我楚家满门的血煞宗！楚风咬牙切齿，身体因为极度的愤怒而剧烈颤抖。我挑了挑眉，原来是这帮孙子，上次派了2个拿弯刀的喽啰来送死，这次竟然倾巢出动了。天空中那片血色的阴云缓缓压下，数百个穿着血红长袍的修士踏着飞剑出现在小镇上方，为首的是一个面容枯槁的老者，浑身散发着炼虚气的恐怖威压，他身边的血气甚至凝聚成了实质的骷髅头，在半空中哀嚎。血煞宗宗主血无涯，他俯视着下方的小镇，声音如同破锣般刺耳。楚家的小余孽，本座知道你躲在这里，交出你身上的那件东西，本座可以留你个全尸，否则今日这小镇上的所有活物全都要给你陪葬。镇上的百姓吓得纷纷躲进屋里，瑟瑟发抖。冷清秋拿着扫帚站在街上，脸色苍白。血煞宗可是这方圆万里最臭名昭著的魔道宗门，行事极其狠辣，就算是天玄宗也不愿意轻易招惹他们。
他转头看向铁匠铺，却发现院子里异常的平静。我站起身，伸了个懒腰，走到楚风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徒儿啊，别人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这锤子怎么停了？”楚风猛地转过头看着我，眼眶里布满了血丝，泪水看着我，眼眶里布满了血丝，泪水在里面打转。师尊他们人多势众，还有炼虚期的大能，弟子烂命一条，死不足惜，但不能连累了师尊和师妹们。我一巴掌拍在他的后脑勺上，放你的狗屁！我林凡的徒弟，就算把这天捅个窟窿，也有我给你兜着。今天既然仇家找上门了，那就把这笔账彻底算清楚。去吧，用我教你的打铁手法，把他们的骨头一寸一寸的给我敲碎。楚风愣住了，随即将那快要掉下来的眼泪硬生生憋了回去。他重重的朝我磕了一个头，弟子领命。他提起那把几百斤重的打铁锤，大步走出院子，独自一人面对半空中那数百名凶神恶煞的魔修。血无涯看着楚风手中的打铁锤，发出一阵狂妄的嘲笑，哈哈哈！楚家余孽，你莫不是得了失心疯，拿把打铁的破锤子就想找本座报仇？给我上，把他剁成肉酱！10几个筑基期和金丹期的血煞宗弟子狞笑着俯冲而下，手中的血色法宝铺天盖地的砸向楚风。楚风不退反进，眼神冰冷如刀，寂灭雷体全开，紫色的雷电缠绕在他和那把铁锤上。他双腿猛地发力，如同炮弹般冲天而起。第一锤断铁式，轰的一声巨响，冲在最前面的3个魔修甚至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就被这带着毁灭雷霆的一锤直接砸成了血雾，连灵魂都被紫雷劈得魂飞魄散。这哪是打铁，这分明就是敲命！后面的魔修吓得魂飞魄散，刚想后退，楚风却根本不给他们机会，手中的铁锤舞得密不透风，每一锤砸下必定有一个魔修陨落，漫天的血雨洒落在小镇的街道上。楚风就像是一尊沐浴在雷霆中的杀神，这一幕把血无涯都看呆了。这小子当年逃跑的时候明明只是个连凝气期都没到的废物，这才短短几个月，怎么可能拥有如此恐怖的实力？一群废物！长老劫血煞大阵！血无涯怒吼一声，4个元婴期的长老立刻分散在楚风四周，手中摇动着招魂幡，无数厉鬼从幡中涌出，化作一个巨大的血色囚牢将楚风困在其中。血色火焰在囚牢中疯狂燃烧，想要将楚风炼化。那火焰带着极强的腐蚀性，连空间都被烧得扭曲起来。楚风感觉到皮肤传来的剧痛，他知道自己现在的修为硬抗不了4个元婴期的阵法，但他一点都不慌。他熟练地把铁锤往地上一扔，唰的一下双手抱头蹲在了半空中，扯着嗓子大吼一声：“我是一朵小蘑菇！”嗡的一声奇异的波动散开，原本疯狂扑向楚风的血色火焰和厉鬼，就像是瞎了眼一样，竟然贴着他的身体绕了过去，然后狠狠地撞击在对面的阵法光幕上。4个长老只觉得胸口一闷，自己释放的攻击竟然全额反弹到了自己身上，而且威力似乎还更强了。这是什么见鬼的法术？长老们惊恐的大叫，拼命的想要收回法力，但已经来不及了。阵法内部完全乱成了一锅粥，楚风就蹲在正中间，安稳的像个真蘑菇，而那些厉鬼和火焰则在四周疯狂乱窜。最终阵法承受不住内部的狂暴力量，轰然炸裂。4个元婴长老鲜血狂喷，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从半空中坠落。楚风趁机站起身，接住掉落的铁锤，顺势一抡，4道紫雷化作利刃，直接斩下了4个长老的头颅。血无涯彻底疯了，他堂堂血煞宗，竟然被一个小辈拿着打铁锤杀得落花流水。小畜生，我要将你抽筋扒皮！血无涯亲自出手了，炼虚期的恐怖威压如同泰山压顶，整个小镇的房屋都在颤抖。他手中凝聚出一把巨大的血色长刀，带着撕裂空间的刺耳呼啸，朝着楚风当头劈下。这一刀锁定了楚风的所有气机，避无可避。就在楚风准备再次蹲下装蘑菇的时候，铁匠铺里传来一声清冷的娇喝：“二师兄退后！”暮雪穿着那件丑陋的鳄鱼皮围裙，背着那把古铜色的诸天血剑，一步跨出院子。他并没有拔剑，而是深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睛，双手极其不自然地插在腰上，左脚往前迈出一步，脸红得像个熟透的苹果。面对那毁天灭地的一刀，他咬着牙大喊了3声：“退退退！”一股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诡异力量从暮雪身上爆发出来，没有华丽的光影，也没有震耳欲聋的轰鸣，就看到那气势汹汹的血无涯，连同他手里那把巨大的血色长刀，就像是被人按了快退键一样，以一种极其滑稽且无法抗拒的姿态倒飞了出去。不仅是他，连同半空中剩下的那些血煞宗弟子，全都被这股无形的力量裹挟着，嗖的一声飞出了小镇，飞过了山头，最后化作天边的一群小黑点，消失在视线之外，足足飞出了10里地。楚风扛着铁锤站在原地，看着空荡荡的天空，嘴角疯狂抽搐。师妹，你这招人间大炮，不管看多少次都觉得离谱。暮雪捂着脸赶紧跑回院子里，太丢人了，简直比杀他还难受。镇上的百姓们小心翼翼地打开窗户，看着万里无云的天空，全都很默契地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继续该干嘛干嘛。毕竟在这个铁匠铺旁边住久了，大家的神经都变得异常粗大。别说天上飞走了一群魔修，就算是神仙掉下来，他们也只会觉得是铁匠铺又在搞什么新发明。而在10里外的一片荒山上，血无涯被一棵大树挂住，气得连连吐血。这是什么妖法？他堂堂炼虚期大能，竟然连碰都没碰到对方就被莫名其妙的崩飞了。这要是传出去，他血煞宗的脸往哪搁？全宗听令，祭出血魔大阵，给我把那个小镇彻底夷为平地。血无涯彻底陷入了疯狂，他咬破舌尖，一口精血喷在一块黑色的玉符上。那些摔得七荤八素的魔修们也纷纷割破手腕，鲜血汇聚在半空中，一个遮天蔽日的血色魔法阵缓缓成型。铁匠铺院子里，我正嗑着瓜子，突然感觉光线暗了下来，抬头一看，10里外的半空中凝聚出一个巨大无比的血色虚影。那虚影长着3头6臂，浑身散发着令人绝望的死亡气息，那股威压甚至已经超越了炼虚期，达到了大
成7的门槛。楚风和暮雪神色凝重，他们知道这种级别的怪物已经不是他们能对付的。师尊那是血煞宗的护宗神魔。楚风握紧了铁锤，准备拼死一战。我拍了拍手上的瓜子壳，有些不耐烦地站了起来。大中午的让不让人好好歇着了？弄个这么丑的东西挂在天上，影响市容，懂不懂？我走到那块造化青铜针旁边，随手拿起一块刚烧红还没来得及敲打的马蹄铁，在手里掂量了一下，然后对准了10里外那个正在仰天咆哮的血色神魔，像扔飞镖一样随手扔了出去。那块烧得通红的马蹄铁离开我手的瞬间，并没有发出任何惊天动地的声响，它就那么平平无奇的在空中划过一道抛物线。但在血无涯等人的眼里，那一瞬间天地仿佛倒转了。那块小小的马蹄铁在他们眼中急剧放大，带着一股连天道都要退避三舍的恐怖力量，瞬间穿透了10里的空间。扑哧一声轻响，马蹄铁精准地击中了那个巨大神魔的眉心。那号称不死不灭能硬抗大成7攻击的血色神魔，连惨叫都没发出来，就像是被针扎破的气球一样，砰的一声炸成了漫天的血雾。不仅如此，马蹄铁余威不减，直接砸在了血无涯的胸口。堂堂血煞宗宗主，连一具全尸都没留下，直接被这一块马蹄铁砸得魂飞魄散，连同他身后的那座荒山也被这一击直接抹平了，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深坑。剩下的那些血煞宗弟子全都吓傻，扑通扑通跪了一地，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和极度的恐惧。而在铁匠铺里，我拍了拍手，转头看向楚风，愁爆了心里舒坦梅。楚风呆呆地看着10里外那座消失的荒山，眼泪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他跪在地上，朝着我重重地磕了3个响头，嚎啕大哭起来。这3年来的委屈、恐惧和仇恨，在这一刻全都化作了泪水。暮雪站在一旁，眼眶也红了，他走过去轻轻拍着楚风的后背，苏瑶也跑过来，递给楚风一块干净的手帕。二师兄别哭了，待会瑶瑶给你烤地瓜吃。我看着这几个徒弟，心里也有些感慨。修仙界打打杀杀太正常了，但我林凡的人，谁要是敢动一根毫毛，我就算追到9幽地府，也得把他的骨灰给扬了。行了行了，大老爷们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赶紧把院子打扫一下，待会还要开炉打铁。我摆了摆手，重新躺回摇椅上。刚才那一扔虽然轻松，但我发现系统面板上的修为封印竟然又松动了一大截。看来这保护徒弟解决因果也是解封的关键。傍晚时分，镇子外的街道上又恢复了平静，那些残存的血煞宗弟子早就连滚带爬的逃回了老巢，估计这辈子都不敢再踏足这个小镇半步。冷清秋拿着扫帚，默默地扫着门前的落叶，他看我的眼神已经不仅仅是敬畏，而是彻彻底底的当成了神明，随便扔块废铁就能秒杀炼虚7大能。这等实力，就算是他前世巅峰时期也得跪下来叫祖宗。就在我们准备吃晚饭的时候，街角突然晃晃悠悠走过来一个小胖子，这胖子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脸上满是黑灰，手里还抱着个黑乎乎的铁锅，一边走还一边吸溜着鼻子，好香啊！这胖子顺着香味一路走到我们铁匠铺门口，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苏瑶手里端着的那盆红烧肉，口水都快流到脚后背了。我本来没在意，结果脑海里那装死的系统突然发出一阵刺耳的警报声，叮，检测到极品收徒目标，特殊体质焚天造化体拥有者，请宿主务必拿下。我差点被刚喝进去的茶水呛死，瞪大眼睛看着门口那个胖得像个球一样的乞丐。就这焚天造化体，系统你是不是检测器坏了？那小胖子看我们都在看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露出一个憨厚的笑容。各位大爷，我叫朱大长，是个厨子，一路逃荒过来的，实在饿得走不动了，能不能给口吃的？我正犹豫着怎么开口忽悠他拜师，放在屋里的那张从远古遗迹带回来的兽皮卷突然自动飞了出来，在半空中散发出耀眼的金光，那金光化作无数古老的符文，竟然围着朱大长手里的那口破黑锅滴溜溜地转了起来。朱大长吓了一跳，手一松，黑锅掉在地上，发出一声沉闷的金属撞击声。这口锅我在路上随便捡的，不关我的事啊！他吓得赶紧往后躲。我走过去，一把捡起那口黑锅，触手的瞬间，一股极其恐怖的高温差点把我的手给烫出泡来。这绝对不是普通的铁锅，结合那张兽皮卷上的内容，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我转过头，看着还在咽口水的朱大长，露出了一个堪比狼外婆的慈祥笑容。大长啊，想不想每天都能吃上红烧肉？朱大长毫不犹豫地疯狂点头，想做梦都想。我指了指那口黑锅，只要你拜我为师，这口锅就送给你当炒菜锅，以后我们铁匠铺的伙食就由你来负责，你觉得怎么样？朱大长愣了一下，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大善人，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从今天起，我朱大长就给师傅做一辈子的饭。叮，恭喜宿主收徒成功，修为限制大幅度解除，奖励绝对防御进阶技能万物反弹，并解锁朱大长特殊体质焚天造化体，赠送神级厨具套装一套。我满意的听着系统的提示音，正准备让苏瑶带新徒弟去洗把脸，天空却突然传来一阵极其恐怖的撕裂声。我们同时抬头，只见原本晴朗的夜空竟然被人用大法力强行撕开了一条巨大的裂缝，那裂缝中闪烁着刺眼的雷光和足以毁灭世界的锋芒。一个充满无尽威严和怒火的声音从裂缝深处传出：大胆凡界蝼蚁，竟敢毁坏本尊分身之眼，今日本尊便降下天兵天将，将尔等连同这方世界彻底从虚空中抹除。那股威压比之前的血无涯不知道强了多少万倍，连空气都被凝固了，整个小镇的房屋开始崩塌，地面裂开巨大的缝隙。楚风、暮雪和苏瑶瞬间如临大敌，连刚拜师的朱大长都吓得抱紧了那口黑锅。冷清秋在门外直接被这股威压压得趴在地上无法动，这是上界真仙降临了。我叹了口气，看着天空中那密密麻麻即将冲出裂缝的仙界大军，把手里那张正在发光的兽皮卷随手扔进火炉里当柴火，转头看向我这4个奇葩徒弟，看来今晚这顿红烧肉得加点天兵天将当配菜了。天空中那道巨大
大的裂缝像是一张贪婪的深渊巨口，狂暴的虚空罡风把小镇的屋顶掀得七零八落，金色的雷电像瀑布一样疯狂倾泻，密密麻麻的天兵天将穿着耀眼的仙金铠甲，踩着祥云从裂缝里鱼贯而出，那阵仗简直比凡间皇帝出巡还要夸张10000倍。为首的那个上界真仙骑着一头喷吐着3昧真火的玉麒麟，手里端着一把缠绕着天道法则的降魔杵，高高在上的俯视着我们这个破破烂烂的铁匠铺。凡人蝼蚁受死，他的声音像是1万口铜钟同时敲响，震得整个小镇的地面都在剧烈摇晃。镇上的百姓们本来还在街上买菜，一抬头看到天上这幅世界末日的景象，大爷大妈们连菜篮子都不要了，熟练的抱头鼠窜钻进地窖里。毕竟住在铁匠铺附近，这几个月他们见过的世面比修仙界活了1000年的老怪都多。楚风浑身上下的紫雷已经狂暴到了极点，他双手死死握住那把几百斤重的打铁锤，骨节因为用力过度而惨白。暮雪一言不发，背上的诸天血剑发出兴奋到癫狂的嗡嗡声，仿佛闻到了绝世美味。苏瑶迈着小短腿挡在我的前面，两只胖乎乎的小手攥成了拳头，而刚拜师的朱大长早就吓得双腿发软，抱着那口黑铁锅一屁股坐在地上直哆嗦。师傅，我们要不要跑啊？朱大长带着哭腔喊道。我慢悠悠地从摇椅上站起来，拍了拍衣服上的瓜子壳，跑什么跑？人家都把食材送上门了。大长啊，今天是你拜师第1天，这顿拜师宴就交给你了。朱大长瞪大了那双本来就没多大的眼睛，满脸写着你在逗我。天上那些可是神仙啊！我走过去一巴掌拍在他那肥硕的后脑勺上。什么神仙？在我眼里全都是会飞的走地鸡。用我刚才教你的口诀，给为师把那头冒火的麒麟炖。朱大长虽然害怕，但他是个天生的厨子，一听到炖肉这2个字，他骨子里那种对食材的渴望居然战胜了恐惧。他深吸一口气，强行稳住发抖的双腿，抱着那口黑锅猛地站了起来，脑海中焚天造化体的血脉在这一刻彻底觉醒，系统赐予的厨神套装散发出暗金色的光芒。朱大长按照我教的诡异口诀，左手托锅，右手猛地往锅底一拍，扯着破锣嗓子大吼一声，起锅烧油。轰隆一声巨响，那口原本只有脸盆大小的黑锅瞬间迎风暴涨，眨眼间就变成了一口遮天蔽日的大铁锅，比天上那道裂缝还要大出好几圈。铁锅里燃烧起焚天造化体自带的九幽业火，那火不是红色的，而是诡异的暗紫色，连虚空都被烧得发出了滋滋的声音。天上的天兵天将全都傻眼了，他们见过用飞剑的，用仙宝的，从来没见过有人拿一口炒菜锅当法宝。那骑着麒麟的真仙勃然大怒，不知死活的下界贱民，给本尊灰飞烟灭！他猛地挥动降魔杵，几万名天兵天将同时结印，五颜六色的仙法像暴雨一样朝着铁匠铺砸了下来，随便一道法术都能把一个化神期修士轰成渣。楚风和暮雪刚想动手，我却拦住了他们，让他们看着你们四师弟是怎么做饭的。朱大长此时已经完全进入了厨子的状态，他双眼通红，死死盯着天上那些落下来的仙法，右臂猛地一挥，又吼出了一句让我都觉得羞耻的台词：大火收之！那口遮天蔽日的大铁锅突然产生了一股无法抗拒的恐怖吸力，那些毁天灭地的仙法根本没落到地面，全被铁锅一口给吞了进去。不仅如此，那股吸力甚至蔓延到了天上，那些刚才还高高在上的天兵天将就像是下饺子一样，尖叫着被吸进了翻滚的业火铁锅里，连那头威风凛凛的玉麒麟都没能幸免，4个蹄子在空中乱蹬，最后还是哀嚎着掉进了锅里。整个天空瞬间清空了一大半，浓郁的肉香味混合着精纯的仙气从铁锅里飘了出来，闻一口都让人感觉飘飘欲仙。那上界真仙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拼了老命催动本源仙力，才勉强稳住身形，没有被吸进去。他看着自己带来的精锐大军就这么变成了一锅乱炖，气得浑身发抖，一口金色的鲜血喷了出来。妖孽，你这是什么妖法？他怒吼着从怀里掏出一面刻满古老图腾的青铜古镜，那古镜一出，天地间的法则瞬间凝固，一股毁灭一切的光柱从镜面上喷涌而出，直奔朱大长的眉心。朱大长正在操控大铁锅，根本躲避不及，那光柱带着抹杀一切灵魂的威压，眼看就要把这个胖子洞穿。我叹了口气，新徒弟还是不太熟练，打杂还得我这个当师傅的来。我随手从旁边的火炉上拿起一把用来加煤炭的破铁钳，脚步看似随意的往前一迈，整个人瞬间跨越了空间的限制，直接挡在了朱大长面前。那足以毁灭整个下界的仙光柱狠狠地撞在了我身上，系统那个绝对防御的进阶技能万物反咬牙，鼓起勇气走到铁匠铺门口，扑通一声跪下：前辈，青丘想帮您洗碗，只要能让青丘留在前辈身边做个粗使丫头，青丘万死不辞。我咬着一块麒麟软骨，头也没抬。洗碗可以，打碎一个扣你10年寿元，进后院去吧。冷青丘如蒙大赦，激动的连连磕头，小心翼翼地走进院子，像个乖巧的小媳妇一样站在水井边等着。那一晚，铁匠铺里灵气暴走，楚风喝了3大碗仙汤，寂灭雷体直接进阶到第2层，浑身的紫雷变成了暗金色，修为飙升到金丹大圆满。暮雪更是夸张，涅槃九转剑骨吸收了仙道本源，那把诸天血剑仿佛活了过来，跟他的灵魂彻底融合，他整个人就像一把出鞘的绝世神兵，修为直逼元婴期。至于朱大长，这胖子边吃边哭，说自己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他的焚天造化体彻底稳固，不仅修为涨了，那一身肥肉竟然也变得坚硬如铁，堪比极品防御法宝。而苏瑶这小丫头喝完汤就是你的家，天塌下来有你凡哥顶着，就算是那帮毁了你家乡的坏人找过来，凡哥也把他们一个个塞进大长的铁锅里给你炖了吃。苏瑶抬起满是泪痕的小脸，定定地看着我，凡哥你真好，以后等瑶瑶长大了，瑶瑶保护你。我被这小大人的模样逗笑了，刮了刮他的鼻子，行，等你长大了保护我，现在赶紧回去睡觉，明天还得早起去镇上买白菜呢。看着苏瑶迈着小短腿跑回屋里，
我靠在摇椅上，眼神变得深邃起来。看来这诸天万界比我想象的还要乱，连苏瑶这么可爱的孩子都要遭这种罪。看来我得加快打铁的进度了，至少得给徒弟们一人打造一身极品神装。第二天一大早，我还在被窝里做梦，楚风就在门外急得团团转。师尊不好了，咱们铁匠铺断炊了！我打着哈欠推开门，什么断炊了？昨天不是刚炖了麒麟吗？楚风苦着脸指了指空荡荡的院子，煤炭烧光了。大长师弟说没有火他做不了饭，而且昨天您买的那些铁矿石都被我一锤子砸成粉末了。现在咱们连块废铁都找不出来。我一拍大腿，这才想起来，那口青铜大砧板虽然自带造化之力，但对材料的消耗也是极其恐怖的。普通的凡铁放上去，还没敲呢就化成灰了，必须得去买点高级的磷矿才行。可是我摸了摸空瘪的口袋，铁匠铺本来就没多少积蓄，这几个月光顾着打架了，一件农具都没卖出去，哪来的钱买高级磷矿？我眼珠子一转，目光落在了院子角落里堆着的那堆破烂上，那都是这几天楚风用青铜针打废的农具，有歪歪扭扭的锄头，豁了口的菜刀，还有烧得乌黑的烧火棍。有了，我一拍手。楚风、暮雪，你们俩把这些东西装上板车，咱们今天去城里的天宝阁逛逛。楚风一脸懵逼，师尊，咱们去天宝阁干嘛？那可是方圆10万里最大的修仙者交易行，里面的东西死贵的，咱们这穷光蛋进去怕是要被赶出来。我瞪了他一眼，谁说咱们是去买东西的？咱们是去卖东西的。把这些极品法宝都给我带上，今天咱们要狠狠极品法宝都给我带上，今天咱们要狠狠赚他一笔。暮雪看着手里那把像狗啃过一样的豁口菜刀，嘴角微微抽搐。师尊，您管这叫极品法宝？我一本正经的点头。怎么，瞧不起你师兄打的菜刀？别废话，赶紧装车。我们一行4人，连带刚上任的粗使丫头冷清秋，推着一辆破木板车，浩浩荡荡的朝着几百里外的天玄城出发了。以我们现在的脚程，几百里路也就一顿饭的功夫。天玄城是天玄宗的附属城市，繁华无比，街道上到处都是御剑飞行的修士。天宝阁位于城市的最中央，是一座高耸入云的9层琉璃宝塔，气派非凡。我们推着破板车刚走到天宝阁门口，就被2个穿着锦衣的门卫给拦住了。去，哪里来的乡巴佬？要饭去别处要，这里是天宝阁，闲杂人等不得入内。门卫满脸嫌弃的看着我们，尤其是看到那满车黑乎乎的铁疙瘩，更是捂住了鼻子。楚风脾气火爆，当场就要发作。师尊让我一锤子敲碎这破塔。我拦住楚风，冲门卫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容。2位小哥，我们是来祭拍法宝的，还请通融一下。祭拍法宝？门卫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就你们这破板车上装的破铜烂铁，也敢叫法宝？你当我是瞎子吗？赶紧滚，不然打断你们的狗腿！就在这时，一个穿着华丽长袍的老者从宝阁里走了出来，皱着眉头呵斥，吵吵闹闹的成何体统？门卫赶紧换上一副谄媚的笑脸。李掌柜，这几个要饭的非说要祭拍法宝，拿一堆破农具来捣乱，我正赶他们走呢。李掌柜随意的扫了我们一眼，目光在冷清秋身上停顿了一下，似乎觉得眼熟，但也没多想，他不耐烦的挥挥手，轰走，别影响了我们天宝阁的生意。我叹了口气，现在的修仙者真是一点眼力见都没有。暮雪，随便拿一把菜刀给这位掌柜开眼。暮雪面无表情的从板车上拿起那把豁了口的菜刀，随手往旁边的一块用来测试法宝威力的试剑石上扔了过去。那可是用万年玄武岩打造的试剑石，就算元婴期修士全力一击，也只能在上面留下一道白印。豁口菜刀在空中慢悠悠的翻滚着，看起来一点杀伤力都没有。李掌柜冷笑一声，简直是胡闹！要是这破铜烂铁能在试剑石上留下痕迹，老夫就把这石头吃下。他的话还没说完，只听见扑哧一声极其轻微的声响，就像是切豆腐一样。那把破菜刀不仅没有被弹开，反而直接没入了试剑石中，连个刀把都没露出来。全场死一般的寂静，门卫的下巴直接砸在了脚背上。李掌柜那双浑浊的老眼瞬间瞪得比牛眼还大，眼珠子差点掉出眼眶。他颤巍巍地走到试剑石前，用手摸了摸那道平滑如镜的切口，一股极其内敛却又恐怖到极点的毁灭剑意顺着切口直逼他的神魂，吓得他扑通一声跌坐在地上。这怎么可能？毫无灵力波动，却能轻易切开万年玄武岩，这是大道至简，这是绝世仙器啊！李掌柜疯狂地爬起来，像饿狼一样扑向我们的破板车，双手颤抖着捧起一把沾着泥土的锄头，老泪纵横。极品，全都是极品！天呐，老夫有生之年竟然能见到这么多仙器级别的至宝！我坐在板车边缘，晃着腿。李掌柜，这破石头你要清蒸还是红烧？大肠可以免费帮你加工一下。李掌柜猛地反应过来，不顾形象地扇了自己一个耳光。前辈恕罪，晚辈有眼无珠，怠慢了前辈。快，里面请！今天天宝阁正好有一场100年一遇的至尊拍卖会，前辈这些法宝若是拿去压轴，绝对能震动整个修真界。在李掌柜的簇拥下，我们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天宝阁最高层的贵宾包厢。包厢里布置得极其奢华，桌子上摆满了罕见的灵果和仙茶。冷清秋很自觉地站在我身后给我捏肩膀，楚风和暮雪则好奇地打量着下方人山人海的拍卖大厅。拍卖会很快就开始了，前面拍的那些什么地阶功法、万年灵药，在我们眼里连根葱都不算，徒弟们连看都懒得看一眼。朱大肠倒是对一株长得像大萝卜的人参很感兴趣，说拿来炖汤味道应该不错。终于等到了压轴环节，首席拍卖师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妖娆女子，她用颤抖的声音向全场宣布：各位贵宾，接下来的这件拍品将颠覆你们对法宝的认知，这是一件足以镇压一个一流宗门的气运之宝。随着红布被猛地掀开，整个拍卖大厅瞬间安静的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展台上放着的赫然是一把黑不溜秋的烧火棍。大厅里沉默了3秒钟，然后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哄笑声。天宝阁是疯了吗？拿一根烧火棍来糊弄我们？这破玩意我家厨房里多的是不是看我们人傻钱多啊？面对全场的质疑和嘲笑，拍卖师一点也不慌，他小心翼翼地戴上一双特制的天蚕丝手套，轻轻拿起那根烧火棍，走到大厅中央的测试阵法前。诸位请看好，这阵法可是化神期大能亲手布置的极品防御大阵，他没有注入任何灵力，只是像敲木鱼一样，用那根烧火棍在阵法光幕上轻轻敲了
光幕上轻轻敲了一下，咔嚓，一道刺耳的碎裂声响彻全场。在所有人惊骇欲绝的目光中，那号称连化神巅峰都无法打破的极品防御大阵，就像是一面脆弱的玻璃，瞬间布满了蜘蛛网般的裂纹，然后在砰的一声巨响中，彻底炸成了漫天的灵光碎片。大厅里的笑声戛然而止，所有人都像是被掐住了脖子的鸭子，张大着嘴巴发不出一丝声音。这是什么怪物法宝？仅仅凭借本身的材质就敲碎了化神大阵，如果注入灵力那还了得？底价100万极品灵石，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万，拍卖师一锤定音。大厅里瞬间陷入了疯狂的竞价中，200万、300万，我出500万倾家荡产也要买下。听着下面不断翻滚的数字，楚风咽了口唾沫，师尊咱们是不是发财了？这烧火棍我昨天打坏了，随手扔在墙角的，早知道这么值钱我就多打几根了。我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淡定淡定，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待会拿着钱去把全城的极品铁矿都给我包远了，最终这根烧火棍被一个神秘的蒙面老者以1500万极品灵石的天价拍下。不仅如此，我们带去的几件农具全都被抢购一空。天宝阁不仅没收我们的手续费，还倒贴了一张最高级别的紫金黑卡。我们推着空荡荡的板车满载而归。朱大肠在城里买了几大车的高级妖兽肉和罕见食材，楚风则是把城里几家大商行的极品灵矿全部清空。走在回小镇的路上，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大家有说有笑，仿佛刚刚只是去菜市场买了个菜。就在我们快要走到小镇的时候，我突然停下了脚步，眼神微微眯起，身后的冷清秋察觉到了不对劲，紧张地握住了手里的扫帚。出来吧，躲在树上喂蚊子不嫌难受吗？我慢悠悠地对着前面那片黑漆漆的小树林喊了一声，话音刚落，树林里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几个衣衫褴褛的人影从树冠上跃了下来，拦在了我们的木板车前。为首的是一个断了一条胳膊的老者，浑身上下布满了深可见骨的旧伤疤，气息微弱的像风中的残烛，但那一双眼睛却死死盯着躲在我身后的苏瑶。楚风见状立马往前跨了一步，身上暗金色的雷霆若隐若现。师尊，这几个老乞丐看着不怀好意，要不我一锤子把他们送走了？冷清秋也捏紧了扫帚，随时准备发动攻击。谁知那断臂老者不仅没有反抗，反而扑通一声跪在了满是泥泞的地上。他身后的几个人也跟着齐刷刷的跪下。老者颤抖着嘴唇，眼泪混着脸上的泥土扑簌簌的往下掉。小公主，老奴终于找到您了。这一声小公主把我们全都喊懵了。苏瑶探出半个毛茸茸的小脑袋，大眼睛里满是疑惑。老爷爷，你认错人了吧？我是凡哥从雪地里捡回来的，不是什么公主。老者激动的连连磕头，额头磕在石头上渗出了鲜血。他哆哆嗦嗦的从怀里掏出一块破布，里包裹着一块暗淡无光满是裂纹的石头。小公主，老奴不会认错的，您身上有着造化青铜棺的气息。当年我们那个世界被上界真仙无情毁灭，国破家亡之际，是国主和王后拼尽最后的神魂之力，将您送入了虚空。我们这几个老骨头拼死杀出重围，在这个残破的修仙界找了您整整3年啊！听到这里，苏瑶那胖乎乎的小身板猛地一僵，她呆呆地看着老者手里那块石头，大眼睛里的泪水瞬间决堤。那种源自血脉深处的羁绊是骗不了人的。她踉跄着跑过去，一把抱住那块冰冷的石头，哇的一声哭得撕心裂肺。爹爹娘亲，瑶瑶好想你们，瑶瑶每天都有乖乖吃饭，可是你们为什么不要瑶瑶了？看着平时力大无穷能举起几百斤铁针的小丫头，此刻哭得像个无助的小猫，我的心里顿时像被针扎了一样难受。楚风捏紧了拳头，眼眶也红了。暮雪别过头去默默擦眼泪，连朱大肠这个没心没肺的胖子都吸溜着鼻子。老者老泪纵横，小公主、国主和王后没有不要你，这块造化魂石里还封印着他们最后一丝残缺不全的魂魄，只要能找到传说中的大罗神仙，或许还能让他们重聚神智，看一眼他们最疼爱的女儿。苏瑶一听爹娘还有救，猛地转过头，抱着石头跑到我面前，两只小手死死拽住我的衣角，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凡哥，求求你救救我爹爹和娘亲，瑶瑶以后少吃肉多干活，瑶瑶再也不调皮了，求求凡哥！我赶紧一把将她捞进怀里，心疼地揉着她的小脑袋。傻丫头，跟凡哥还客气什么？别说是一丝残魂，就算是真的魂飞魄散了，凡哥也得去地府把生死簿给撕了。我林凡的徒弟，谁敢让他掉眼泪？我转头看向楚风，把刚买的极品灵矿全都给我带上，咱们现在就回家，今天不接客了。铁匠铺要开一次史无前例的大炉。楚风精神一振，大声领命。那几个老家臣面面相觑，显然不相信一个普通的铁匠铺能救活只有一丝残魂的人，但我根本懒得解释。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赶回了小镇，一回到铁匠铺，我就让冷清秋把大门死死关上，挂上了打铁中闲人免进的牌子，然后我走到院子正中央那块造化青铜针前，深吸了一口气，系统给的厨具我都收了起来。今晚这里只有最纯粹的打铁，徒弟们都给我听好了。我环视了一圈站得笔直的4个徒弟，楚风、暮雪、大肠、苏瑶都在。今天为师要打2副肉身，不仅要重塑经脉，还要扛得住天道反噬。大肠，你去生火，用你的9幽业火把炉温给我加到最高，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停。朱大肠拍着胸脯保证，师傅放心，今天就算把我这身肥肉榨干，火也绝对不会小一分。楚风，你的寂灭雷体负责淬炼杂质，待会灵矿化成汁水，你给我用雷霆劈碎里面所有的杂念，保证材质绝对纯净。楚风握紧打铁锤，眼中战意燃烧，弟子遵命。暮雪，你用诸天血剑的剑意，在重塑的骨骼上刻画聚魂阵符，一刀都不能错，错了就是魂飞魄散。暮雪拔出长剑，神色极其凝重，师尊放心，剑在人在。最后我看着眼睛红肿的苏瑶，瑶瑶，你是
你是关键。等肉身成型，你要把你的造化之力和血脉气息融入进去，只有这样，你爹娘的魂魄才不会排斥这具新的身体。苏瑶用力地点了点头，抹干眼泪。凡哥，我准备好了。随着我一声令下，整个铁匠铺瞬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烘炉。朱大肠大吼一声，焚天造化体全开，那口大黑锅变成了火炉，暗紫色的九幽业火冲天而起，把整个夜空都映照得犹如白昼。我将从天宝阁买来的几十麻袋极品灵矿一股脑全倒进了火炉里，万年玄冰铁、九天星辰钢、凤凰气血晶，这些在外界随便拿出一块都能引发血雨腥风的绝世珍宝，此刻就像不值钱的大白菜一样被无情的融化。太慢了，我皱着眉头，一把抓起旁边的破蒲扇，对着火炉狠狠一扇，轰隆一声，火舌直接窜上了100丈高空。灵矿在恐怖的高温下迅速化为一滩散发着七彩光芒的液态精华。雷来！我大喝一声，楚风双眼金光大盛，整个人跃向半空，无数道暗金色的狂暴雷霆顺着他的拳头狠狠砸进那一滩液态精华中，噼里啪啦的声响中，那些杂质被劈成了飞灰，只剩下最纯粹的天地本源。我随手拿起那把很久没用的上古斩天剑化作的破铁钳，夹起那一团滚烫的本源液体，稳稳地放在造化青铜针上，然后我闭上眼睛，双手握住那把我用来打铁的破锤子。当我再次睁开眼时，整个人的气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没有了平时的慵懒和散漫，只有一股仿佛能开天辟地的无上威严。看好了，这是打铁的最高奥义，天地熔炉，万物生生。我手中的铁锤化作漫天残影，每一锤落下都带着大道的韵律。当当当当当，清脆的打铁声响彻云霄，整个小镇乃至方圆万里的大地都跟着这打铁的节奏在轻轻震动。那团七彩液体在我的锤打下，渐渐分成了2团，开始勾勒出人类骨骼的形状。暮雪抓准时机，身形如鬼魅般穿梭在火花之中，诸天血剑的剑尖在骨骼上飞速舞动，刻下了一道道繁复深奥的上古巨魂阵纹。就在这时，天空中突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一股毁天灭地的天道威压轰然降临，逆天改命，重塑神魂，这是天地法则，绝对不允许的。天道怒了，一只巨大无比的雷霆之眼在乌云中缓缓睁开，冷酷无情地盯着我们这个小小的铁匠铺，几道足以把大成期修士劈成齑粉的紫色灭世雷法在天际疯狂酝酿。那几个老家臣吓得瘫软在地。天罚，这是天罚啊！我们死定了！冷清秋也脸色苍白，死死抓着扫帚。楚风和暮雪虽然害怕，但依然咬着牙死死撑住。我手里的锤子连停都没停一下，只是微微皱了皱眉头。眼看炉子里的火势被天道的威压压得有点弱了，朱大肠累得满头大汗，快要撑不住了。我冷哼一声，天上那个大眼珠子，你来的正好，我这炉子刚好缺个拉风箱的。就在天罚即将劈下的那一刻，我左手猛地往天上一抓，系统那个万物反弹的进阶能力被我直接反向使用，变成了一股无法抗拒的恐怖吸力。那只高高在上的天道雷霆之眼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就被我硬生生的从云层里给拽了下来，吧唧一声摔在火炉旁边。天道之眼整个眼珠子都懵了，他堂堂天道，执掌万物生杀大权，竟然被一个凡人像抓小鸡一样抓了下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我一脚踹在他的眼皮上，愣着干什么？给我吹风！雷霆属性正好助长火势，要是火弱了，我把你打成一块煤球。天道之眼委屈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但他能感受到我身上那股比他还要高出无数个维度的恐怖气息。好汉不吃眼前亏，堂堂天道化身，只能屈辱的鼓起腮帮子，呸呸呸的往火炉里吐着灭世紫雷，帮着朱大肠把九幽业火烧得更旺。这一幕把那几个老家臣看得三观都碎了。天道竟然再给一个铁匠打下手拉风箱，这是在做梦吗？有了天道雷霆的加入，2具完美的肉身终于打造完成。那肉身晶莹剔透，散发着比仙气还要恐怖的威压。瑶瑶，就现在！我大吼一声，苏瑶擦掉脸上的汗水，毫不犹豫地咬破指尖，将蕴含着造化血脉的精血分别滴在2具肉身的眉心，然后她小心翼翼地捧起那块造化魂石，将里面残存的2丝魂魄引了出来。魂魄一接触到那2具经过雷霆和剑意淬炼的肉身，立刻被阵法吸了进去，整个院子爆发出刺目的白光，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1息、2息、3息，当白光渐渐散去，2道修长挺拔的身影安静地躺在青铜针上，紧接着一声微弱但平稳的心跳声在院子里响起，扑通扑通。躺在青铜针上的男人和女人同时睁开了眼睛，他们的眼神先是迷茫，随后逐渐恢复了清明。当他们看到趴在旁边哭得满脸是鼻涕泡的苏瑶时，眼泪瞬间涌出了眼眶。瑶瑶，女人的声音虽然虚弱，却充满了无尽的慈爱。苏瑶扑进女人的怀里，放声大哭：“娘亲，爹爹！”瑶瑶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男人也颤抖着伸出手，将母女俩紧紧抱在怀里，一家3口哭成了一团。那几个老家臣激动的老泪纵横，在地上不停的磕头：“天佑我国，天佑我国啊！”楚风、暮雪和朱大肠都默默的别过头，偷偷擦眼泪，连那个被我按在地上拉风箱的天道之眼也感动的眨了眨眼角，滴下了一滴雷霆之泪。我随手把天道之眼像扔皮球一样扔回了天上。行了，没你事了，哪凉快哪待着去吧。天道之眼如蒙大赦，呲溜一下钻进云层里，跑得比兔子还快。漫天的乌云瞬间消散，阳光重新洒在了铁匠铺的小院里。苏瑶的父母在女儿的搀扶下走到我面前，他们看得出眼前这个看起来像个凡人的铁匠，其实是一个深不可测的绝世高人。2人毫不犹豫地跪了下去：“前辈大恩大德，我们夫妻2人结草衔环也无以为报，若前辈不嫌弃，我们愿在铁匠铺做牛做马。”我赶紧把他们扶起来，拍了拍男人的肩膀：“别动不动就跪，我这铁匠铺可不收留大人物，你们既然活过来了，就好好陪着瑶瑶，这丫头这2年可没少受苦。”苏瑶紧紧抱着我的胳膊：“凡哥是天底下最好的人，他教我吃饭，教我打铁，还把我养得这么胖。”听着苏瑶童言无忌的话，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刚才那种紧张悲伤的气氛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劫后余生的温暖。叮，系统提示音突然在我脑海里炸响：“恭喜宿主，大徒弟心结彻底解开，
特殊体质造化之主完全觉醒，恭喜宿主完成全部收徒隐藏任务，修为封印解除进度达到100%，奖励终极称号万界至尊。我闭上眼睛，感受着体内那股宛如星辰大海般浩瀚无垠的力量彻底复苏。此时此刻，我只要轻轻吹一口气，就能让这个修仙界灰飞烟灭。只要我愿意，一念之间就能创造出无数个全新的宇宙。我终于天下无敌了！系统谄媚的声音继续响起：宿主大人，您现在已经无敌于诸天万界，是否需要立刻飞升至高神界，接管万千宇宙的统治权？我睁开眼，看着眼前这个虽然破旧但充满了烟火气的小院子，楚风正在兴奋地给新打造的农具抛光，暮雪正拿着抹布仔细擦拭着他那把诸天血剑，朱大长在厨房里哼着小曲切着菜，苏瑶正开心地给爹娘展示他那件极其丑陋的鳄鱼皮围裙，冷清秋拿着扫帚，脸上挂着发自内心的恬静笑容，把院子里的落叶扫成一小堆。这一切的一切是那么的平凡，却又是那么的真实和温暖。我深吸了一口带着饭菜香味的空气，嘴角勾起一抹灿烂的笑容，在心里对系统说：飞升个屁！至高神界有大长做的红烧肉好吃吗？统治宇宙有看着徒弟们一天天变强有意思吗？给老子老老实实待在这个铁匠铺里。系统似乎有些无语，但也只能老老实实的回了一句：好的，宿主，祝您打铁愉快。我走到院子中间，一屁股躺回我那张专属的摇椅上，顺手拿起那把破蒲扇扇了扇大长。大长，今晚加餐，把你压箱底的手艺都亮出来。为了庆祝瑶瑶一家团聚，今天咱们吃全妖宴。厨房里传来朱大长响亮的回答：好嘞，师傅，今天保证让大家把舌头都吞下去。楚风凑过来，笑嘻嘻地问：师尊，咱们那根烧火棍卖了1500万，现在咱们可是首富了，明天是不是该把这破铺子翻新一下？我瞪了他一眼，翻新什么翻新？这叫返璞归真，你懂个屁！明天早上继续给我抡大锤，要是少了一锤，晚饭没你的份。楚风苦着脸哀嚎了一声，暮雪难得的笑出了声，清脆的笑声像银铃一样在院子里回荡。冷清秋端着一盘刚切好的灵果走过来，恭恭敬敬地放在我手边，前辈请用。我拿起一块果子咬了一口，清脆甘甜。人生啊，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我明明强到能一巴掌拍死先帝，却偏偏喜欢在这破铁匠铺里当个打铁的。看着徒弟们在院子里打打闹闹，听着厨房里锅碗瓢盆的交响乐，我觉得这才是最完美的结局。巨大的反震力顺着剑身传来，咔嚓一声，他那把引以为傲的地阶中品灵剑竟然寸寸碎裂。王长老一口鲜血喷出，整个人倒飞出去摔在门口，满眼都是惊恐。这到底是什么邪术？柳如烟吓得花容失色，连连后退。楚风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土，满脸得意：我师尊教的无敌蘑菇盾，天下无敌。我满意的点点头。这小子虽然平时看着憨，但关键时刻还挺酷内。暮雪看着这一幕，眼泪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他以前在青云剑宗虽然是天才，但处处被人算计，从未有人如此毫无保留地护着他。楚风转头看向柳如烟，眼神变得冰冷：你挖我师妹剑骨，今天既然来了，就别想完整的走出去。柳如烟强装镇定，厉声喝道：你敢动我，我可是青云剑宗的少宗主，我爹是元婴期大能，你们要是敢碰我一根指头，青云剑宗定会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我掏了掏耳朵，走到楚风旁边，拿过他手里的那把破铁锤。徒儿啊，跟这种人废什么话，能动手尽量别吵吵。说完，我掂量了一下铁锤，看着柳如烟：你爹是元婴大能，很了不起吗？我今天就替你爹好好教育教育你。柳如烟看着我这个毫无灵力的凡人，拿着把破铁锤走过来，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但还是强撑着拔出那把流光溢彩的宝剑。你别过来，我这可是天阶灵剑，斩你这凡人只需一念之间。我根本没理他，随意的一锤子砸了下去。柳如烟惊恐的举剑格挡，当的一声巨响，在所有人不可思议的目光中，那把号称削铁如泥的天阶灵剑，就像一块脆玻璃一样，被我这把用来打铁的破锤子直接砸成了漫天碎片。不仅如此，铁锤余威不减，顺着他的手臂砸落，砰的一声，柳如烟惨叫着跪倒在地，握剑的右手直接骨折，灵力尽散。他引以为傲的修为在这一锤之下竟然直接被废，全场死一般的寂静。王长老躺在地上瑟瑟发抖，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个凡人一锤子砸碎天阶灵剑，还废了少宗主，这特么是凡人吗？这简直是怪物啊！暮雪呆呆地看着我，眼泪终于忍不住落了下来。他本以为自己这辈子都报不了仇，没想到师傅轻描淡写的一锤，就将他曾经仰望的仇人打落尘埃。我把铁锤扔给楚风，转头看着暮雪：去吧，剩下的你自己解决。暮雪深吸一口气，擦干眼泪，提着那把破斧头一步步走到柳如烟面前。柳如烟此刻哪还有半点高高在上的样子，惊恐地往后爬：你别过来，我把剑骨还给你，你饶了我吧。暮雪眼神冰冷：我的剑骨已经被师尊重塑，你那种肮脏的东西我嫌恶心。你当初挖我剑骨断我修行之路，今日我也废你经脉断你仙途。手起斧落，柳如烟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嚎，彻底变成了一个废人。王长老见势不妙，连滚带爬的想要逃出院子。我冷笑一声，想走，门前还没赔呢。我随手从地上捡起一块碎门板扔了过去，正中王长老的后背。他噗的一声喷出大口鲜血，昏死过去。把这两个垃圾扔出去，别脏了咱们的院子。系统那个绝对防御的进阶技能万物反弹在这一刻悄然运转，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也没有华丽的光影护盾，那道仙光柱就像是撞上了一面看不见的无敌神镜，不仅没有对我造成哪怕一丝一毫的伤害，反而以比来时快了10倍的速度原路折返了回去。那真仙根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就被自己祭出的最强杀招给正面击中，砰的一声闷响，堂堂上界真仙连句遗言都没来得及交代，直接在半空中炸成了一团金色的血雾，连神魂都被彻底抹杀。他手里的那面青铜古镜当啷一声掉落下来，我眼疾手快，用手里的破铁钳稳稳地夹住了那面镜子，在手里掂量了一下，材质还凑合，正好拿来给苏瑶当个梳妆镜。我把镜子随手扔给身后的苏瑶，转头看向还愣在原地的朱大长，火候差不多了，赶紧收锅，不然待会肉煮老了就塞牙了。朱大长这才如梦初醒，赶紧念动法诀，那口大铁锅急剧缩小，稳稳地落在院子中央的青铜砧上，锅里咕噜咕噜地冒着金色的气泡。
那一锅天兵天将和玉麒麟已经彻底被炼化成了最纯粹的仙道本源汤，香气浓郁的几乎化作了实质的祥云，飘在铁匠铺上空。镇上的老鼠闻了这味，估计都能立地成妖。楚风和暮雪咕咚咽了一口口水，连一向高冷的暮雪都忍不住往前凑了2步。我从厨房里拿了几副碗筷分给他们，招呼大家围在青铜针旁边，来来来，趁热吃。大肠这手艺真没得说，比外面酒楼里做的强多了。我们师徒5个围着一锅鲜肉汤大快朵颐，门外的冷清秋躲在草棚后面，看着我们吃着上界真仙炖出来的肉，吓得魂飞魄散。但那股霸道的肉香一个劲的往他鼻子里钻，他只是偷偷吸了2口香气，体内那停滞许久的修为竟然轰的一声突破了屏障，直接从筑基期跨入了金丹期。冷清秋震惊的捂住嘴巴，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他前世修炼了上百年才达到的境界，今天光是闻了闻人家做饭的香味就达到了。他咬了咬牙，鼓起勇气走到铁匠铺门口，只是打了个饱嗝，爬到我怀里就睡着了。我看着这些怪物一样的徒弟，心里美滋滋的。打开系统面板一看，修为封印又解开了10%。我现在感觉只要我愿意，一巴掌就能把天上那个破裂缝给拍缝合起来。夜深人静，徒弟们都回房稳固修为去了。冷清秋洗完碗也老老实实的蹲在柴房角落里打坐。我躺在院子里的摇椅上，看着满天繁星，感受着这难得的宁静。突然我感觉到怀里有动静，低头一看，苏瑶这小丫头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她手里紧紧攥着我2年前用边角料给她雕的一个小木头人，眼角还挂着泪痕，大眼睛里满是化不开的悲伤。怎么了，瑶瑶？是不是刚才吃肉吃撑着肚子疼了？我赶紧坐起来，摸了摸她的额头。苏瑶摇了摇头，把小脸埋进我的胸口，声音闷闷的：“凡哥，我刚才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梦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世界，到处都在着火，天空变成了黑色，有好多坏人拿着跟今天天上那些人一样的武器，在追杀我的爹爹和娘亲。”小丫头的肩膀一抽一抽的，爹爹和娘亲为了保护我，把我放进了一个好冷好冷的青铜大盒子里。他们对我说：“瑶瑶要活下去，代替我们看一看没有战争的世界。”然后他们就把我推进了黑色的虚空里。凡哥，我根本不是什么孤儿，我是个克死爹娘的扫把星，对不对？如果不是为了保护我，他们那么厉害，肯定能逃走的。听到这些话，我心里猛地揪了一下，回想起在远古遗迹里看到的那口造化青铜棺，原来那根本不是什么古人的坟墓，而是跨越无尽星域用来逃生的救生舱。苏瑶背负的竟然是一整个世界的毁灭和血海深仇。我叹了口气，把这个平时力大无穷，这会儿却脆弱的像个瓷娃娃的小丫头紧紧抱在怀里。胡说八道，你爹娘拼了命让你活下来，是让你每天开开心心吃肉喝汤的，不是让你在这掉金豆豆。我轻轻拍着他的后背，这世上没有什么扫把星，只有打铁不够硬的锤子。你记住，这铁匠铺就是你的家，天塌下来